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捅死灭霸！此时操场上少男少女们嬉笑打闹，一副岁月静好的景象，全然不知这里很快就会变成人间炼狱。我拿出电话给柳如烟拨了过去。张一，大清早的人家还在补美容觉呢，烦不烦啊你？宝贝，能来教学楼天台一趟吗？去那干嘛？有病啊！宝贝，你来就是了，我给你准备了惊喜。我看上的那个包包你买了吗？你来了就知道了，不会让你失望的。很快，柳如烟就迈着款款的步子来到了天台。礼物呢？我怎么没看见？张一，你敢骗我你就完了，说什么都要分手。不由分说，我一脚把柳如烟踹飞出800米，西瓜刀缓缓从身后提了起来。这个惊喜够吗？张一，哦不，亲爱的，你要干嘛？你冷静一点，我开玩笑的，不分手了，不分手了，我是爱你的，特别的爱你，一辈子都舍不得离开你。你背着我和那群男人去酒店的时候，有想过我吗？哦对，应该是有的，毕竟房费还是你从我这拿的。你怎么知道的？亲爱的，你听我解释，我是迫不得已的，我是被逼的。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点的错吗？在我最想要的时候，你却不在我身边，你还是个男人吗？死到临头了还在找借口，废话，直接一刀斩出。柳如烟的西瓜滚出好远。这时天空忽然惊起一声炸雷，一道又一道的光柱自天中照射而下，密密麻麻的丧尸凭空浮现在校园里。末日游戏正式拉开篇章。此时天台中央，一个青铜质地的箱子正静静地摆在那里。张一快步上前将其打开，里边弹出3样东西：初级防御外套、丧尸病毒免疫血清、蓝色强化药丸。张一将强化药丸一口吞下，体内瞬间涌出一阵猛烈的力量，随后穿上防御外套，将免疫血清穿好，提刀就朝着楼下赶去。还没走几步，大脑突然传来眩晕。恭喜宿主获得神奇异能掠夺，异能描述：拿来吧你，可无限复刻其他所有异能，掠夺他人财富，升级后可直接剥离他人异能。这就是我的末日金手指吗？张一记忆里，末世之后整个苏大的觉醒者并不多，印象比较深刻的只有那个后世号称黑寡妇的雪清女了，是个 S 级雷电异能拥有者，因为他人美声甜气质清纯，被奉为苏大4大校花之一。我得先去找他，把异能复制过来再说。后世每一个 S 级异能者都是一方霸主，就算大海捞针也得找到他。刚一下楼，几只丧尸立马就嚎叫着围了上来。张一直接手起刀落，将一个丧尸的脑袋削飞，随即借势溜出丧尸包围，朝外面跑去。救命啊！此时一辆轿车旁，一位面容较好的女孩正在被一只丧尸撕拽，一条大腿已经被啃食得鲜血淋淋。见此情景，张一没有多想，提着刀就跑了过去。小哥哥，快救救我，我什么都愿意。他话还没说完，张一直接一刀劈了过去。道歉，你被感染了，我救不了你，送你一程还是可以的。随后张一矮身坐进车里，朝雪清雨所在的宿舍楼开去。此时整栋宿舍楼都已经沦陷，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丧尸。发生了这么大的骚动，也不知道雪清雨还在不在宿舍里，要是不在就麻烦了。同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捅死灭霸！此时楼梯处，一个娇小的女孩正挥舞着煤气罐，拼命砸着涌上来的丧尸。张一轻咦了一声，有些意外，随之女孩头顶显现出2行小字：力量增幅异能，D级，财富值5。居然是个已经觉醒的异能者，还是D级异能。女孩也看到了张一，扔出煤气罐将丧尸扫飞，小跑着来到车前。同学，开门，求求你带我一起走吧。张一脸上泛起笑意，异能复刻的机会，这不就自己送上门来了吗？女孩上车后，张一在心中默念：拿来吧你。检测到可掠夺对象，复刻对方异能或掠夺对方财富，请选择。复刻异能，眨眼的功夫，D级异能就到手了。谢谢你，小哥哥，吓死我了！这是世界末日了吗？张一没有接话，反问道：你认识雪清雨吗？当然认识，我们还是一个宿舍的呢。哦，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我记得他今天去他舅舅的影楼当封面模特了，就在北边电视台大楼旁边。我可以带你走，但你要帮忙指路，带我去找雪清雨。好的，没问题。此时影楼里，雪清雨正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青雨，你别害怕，舅舅会保护你的。谢谢舅舅。青雨呀，来我怀里就不害怕了，舅舅会好好疼爱你的。看到刘成玉那带着疯狂的表情，雪清雨心里更加的惊慌了。青雨呀，你是不是不听话了？你小时候我还给你换过尿布呢，抱一下有什么问题吗？舅舅，你别这样。青雨呀，这都世界末日了，你就不能好好帮我一次吗？刘成玉说着就要扑上去，
不要过来！你这个畜生！你要小声点，知道吗？外面可都是吃人的怪物，与其被那些怪物吃了，还不如便宜我，对不对？就在刘成玉要强行开车之际，房门被轰然踹开。我的女人你也敢动，简直是找死！谁让你们进来的？这是我的影楼，你们给我滚出去！懒得废话，张一直接拔刀砍下他的西瓜。这时原本还在哭泣的雪青雨起身扑到了张一怀里。姑娘，咱们很熟吗？刚刚我只是虚张声势救你罢了，没必要这样吧。不过你来的正是时候，拿来吧你。异能复刻成功，获得异能雷电掌控 S 级。此时旁边的李小鱼多多少少像是在吃狗粮了，同时心里仿佛下了某种决定。随后张一按照记忆来到一片豪宅区，找了一栋靠朝小区大门的别墅作为临时据点，安排雪青雨留在别墅里整理能用的东西，随后带着李小鱼去其他住宅里搜集物资。当张一告诉李小鱼是异能觉醒者时，他兴奋的直蹦跶。本小姐，我是觉醒者耶，怪不得我力气变得这么大了。那青鱼也是觉醒者吗？是的，他是雷电异能。随后两人在小区忙活了大半天，总算是把丧尸清理干净了，同时还搜刮到了不少物资。雪青雨也把据点里的物资整理了出来，这些物资足够三人轻轻松松的吃上2个月。饭后，张一向雪青雨询问道：“青雨，你能自己掌控异能了吗？”啊，什么异能？我不知道啊。随后，张一和雪青雨解释起来：“我试试看，我也不知道行不行。”随即，雪青雨闭上了眼睛，细细的听。很快，周身泛起丝丝电弧，一抬手掌向外打出一道雷电。天赋很不错，今晚你俩轮流守夜吧。发现丧尸就尽量杀了，注意别发出太大的响声，引来太多丧尸。到了晚上，丧尸的视觉会关闭，但听觉会大幅度上升。Yes sir， 保证完成任务。晚上，雪青雨和李小鱼在阳台上守着。青雨，你和张一哥哥在一起多久了啊？之前我怎么一点都没察觉到你找男朋友了？我和张一没有交往，只是见过几次而已。这怎么可能？那他怎么会拼了命的去救你？我和他真的只是就见过几次面，而且他一直都有女朋友的。苏小嫣你应该也见过，长得很漂亮的。那不是个绿茶公交吗？张一哥哥怎么会看上他的？听说他能同时和800个人同时玩游戏而不落下风呢？就在二女津津有味谈论柳如烟以前战绩时，一个如肉山般臃肿的胖子在街道上踉跄着前行，嘴里不时留下腥臭的黑水，而他前进的方向正是张一3人所在的小区。同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同土灭报。此时两女还在兴高采烈地讨论着柳如烟以前的傲人战绩。李小鱼突然发现小区门口处站着一个人。3级爆裂种，攻击不高但极具危险，受到伤害就会发生剧烈爆炸，对自身5米内所有生物产生伤害。只见那人嘴里不停地流着黑色液体，像是被水浸泡到发胀的巨大尸体一般，十分瘆人。随后两女悄悄下楼，在距离那胖子丧尸不到20米的距离，雪青雨掌心涌出雷电，包裹着水果朝着丧尸射去。那胖子丧尸的脑袋瞬间被削，随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然而还不待两女庆祝胜利，那尸体忽然快速膨胀，砰的一声，整个身子都爆裂开来。几辆停在那里的轿车也相继发出了警报声，这引得一只又一只的丧尸骤然暴起，循着声源嚎叫着冲了过来。我的妈呀！合着这大胖子是个炸弹，还好我没跟他近身肉搏，要不就被他崩死了。青雨，快跑吧！随即，雪青雨也不犹豫，和李小鱼一起朝着别墅楼跑去。然而，那丧尸群中有几只跑得飞快，很快就要将二女追上。就在这危急时刻，一柄裹着雷电的西瓜刀带着寒光划过夜空，将最前面的2只丧尸脑袋削飞。你们守住门口，别让丧尸进去破坏到物资。张一哥哥好帅啊！没理会李小鱼的赞美，张一提上西瓜刀就朝着丧尸群杀去。斩杀掉几只丧尸后，张一便彻底吸引住了丧尸们的注意力，而后抽身朝着大门处跑去。张一很快就到了鸣叫不止的汽车旁，手中雷电涌出，瞬间将轿车报警系统破坏。丧尸们失去了声源，也相继停止了行动，呆呆地站在原地。唯独剩下的几十只还在张一身后嘶嚎着追逐。张一以退为进，边退边杀，10几分钟后，终于将丧尸全部斩杀干净。此时，雪青雨走到张一身前，紧咬着红唇，自责地低下了头。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不用太自责，是我的疏忽。我没想到仅仅是第1天丧尸就会进化出3级的爆裂种。你们先回去吧，我去附近检查一下。然而张一还没走几步，只见一辆大卡车缓缓地行驶而来，停在了他们身旁。从上面跳下来2个人。哥们身手不错呀，俺叫阿虎，他叫小山，俺们俩刚才在附近搜寻幸存者，听见这边有动静就过来看看。张一点了点头以作回应，随即发现那个叫小山的是个普通人，而这个阿虎则是个觉醒者。异能铁臂 F 级，财富值100，居然是个垃圾异能，评级只有 F， 比李小鱼还要低上2级。
大兄弟，你们要不要跟俺们一块走？现在世道乱了，聚在一起人多力量大，活下去的希望也要大一些。阿虎一边憨厚地说着，目光则不时向雪清与二女身上扫来扫去。谢谢，不用了，我们还是喜欢独来独往。大兄弟别这么护法，你也看到了，这些丧尸一天比一天多，就你们3个人很难活下去的。俺们还囤了不少东西呢，1日3餐吃喝管饱，俺们囤的物资吃个几年都没问题，这满满一卡车都是嘞。不信的话，我带你看看。真的？你可别骗我呀！阿虎边走边说道。俺还会骗你不成？你看一下不就？突然，阿虎的手臂泛起了金属光泽，原本憨厚的表情也变成了狰狞的杀意。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张一周身电光一闪，阿虎惊骇地发现他的钢铁手臂忽然不受控制。老大，快出手！这小子有古怪，我的手不听使唤了。惊骇之下，阿虎朝着车顶吼了一声，简直就是废物！随之一道黑影闪现，一个身高2米开外的狼头人身怪物走了出来。在张一的注视下，狼人头顶浮现出2行小字：异能说话秘籍不可逆转，财富值16000。看到对方的异能和财富值，张一略微有些意外。16000的财富值可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肥羊。小子，你觉醒的异能看样子很不错吗？给你机会，跪下来向老子效忠。那2娘们，我装修之后会留一个给你，要么死了，老子还没尝过觉醒者的人肉是什么味道呢。同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同腐捏爆。此时眼前的兽化狼人竟然威胁张一臣服自己，并且要求要给二女进行豪华内饰装修。面对狼人的威胁，张一瞬间暴起，将那阿虎提了起来，同时心中默念：拿来吧你！复刻异能成功，获得异能铁币。老大救我！见状，那狼人骤然发力，朝着张一袭来。张一甩手便将阿虎向狼人砸去，那狼人却毫不减速，一爪将阿虎推开，朝着张一继续杀。张一周身电光乍起，控制着西瓜刀朝狼人眼睛射去，只见火花四溅，西瓜刀竟被弹飞。小子没用的，老子刀枪不入。随即狼人狂笑起来，张一冷哼一声，发动力量增幅，对着狼人一拳轰出，狼人被轰飞数米之高。随后张一控制雷电包裹炸人，瞬间将狼人包裹在内，狼人像被钢铁缠绕的大铁球，轰隆坠地，扬起一大片尘土。张一控制一道雷电狠狠落在身上，在巨大的电流冲击下，不出1分钟，狼人就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张一面无表情地走到狼人身前，同时心中默念：拿来吧你！请选择掠夺异能还是财富。掠夺财富。掠夺财富成功，获得17000点财富值物资，剩余1000点人口财富由于技能熟练度不足无法掠夺，请选择物资存放地点。放在据点别墅里吧。物资已转移，请尽快查看。此时狼人虚弱的哀求：大哥，求求你饶我一命，我以后跟着你混，什么都听你的。道歉，你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随即大铁球不松反紧，瞬间将狼人捏爆。张一哥哥，你没受伤吧？李小鱼扛着棒球棍小跑着凑了上来，同时另一只手还拽着一个已经被打残的大汉。放心，我没事。张一看了看大汉，淡淡说道：杀了吧，留着也没什么用。啊，我来杀嘛。怎么下不去手吗？面对张一冷漠的眼神，李小鱼心下一紧，结结巴巴地说道：我知道了。随即李小鱼银牙一咬，挥起棒球棍送大汉去见了上帝。张一揉了揉李小鱼的小脑袋以作安抚，想要在末世活下去，就必须弄脏自己的双手，否则死的人就是你。在末世，你甚至可以怜悯丧尸，但唯独不能怜悯别人。末世人心比洪水猛兽都要可怕。经过短时间接触，张一发现李小鱼表现的比预期还要好，战斗意识很强，随即也起了栽培的念头。都听张一哥哥的。随后张一将卡车后边货箱门打开，里边居然装着不少活人，想来他们都是被狼人抓来的，要么是带回去当苦力，要么是拿来当鲜肉食用。很快这些人就都被救了出来。谢谢你小兄弟救了我们。被那个怪物抓住的时候，我还以为死定了呢。大哥，那个怪物很厉害的，咱们快走吧，晚了被抓住了命就没了。对，咱们快走吧。一群人说完就要跑路，张一一拳打在车厢上，被打的地方凹陷出一个大坑。他漠视着人群，冷声说道：我允许你们走了吗？虽然抓你们的怪物已经死了，不过你们要把这附近的尸体都装到车上一起带走才行，干点活就能换回一条命，我想应该是很划算吧。一众人听了面面相觑，但谁也没有动手的打算。我们凭什么要听你的？我们又不是你的奴隶，凭什么你说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我才不干呢！就是工资都不给就想白嫖，我也不干。干活可以给钱或者给吃的。我都饿一天了，一点力气都没有，还要让我去抬尸体，还是不是人啊？我可是女生啊！小兄弟，是你救了我们不假，但请你尊重我们的人权，我们都是自由人，享有应有的人权。
年轻人要学会做人处事，不然以后怎么吃亏的都不知道。我们这么多人，你能拿我们怎么着不成？一群人七嘴八舌的对着张一一通指责，旁边的李小鱼不乐意了，愤恨说道：“你们这群人还要点脸吗？张一哥哥可是救了你们的命啊，就帮忙把尸体运走而已，你们已经占了大便宜了，好不好？要是被那个怪物抓去，你们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小丫头片子，这里可没你说话的份。我没有求过他救了吗？是他自己多管闲事，好不好？眼看事态升级，张一身形一晃，一把就将女人凌空提了起来。重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同腐捏爆。眼前这些人被救后，非但没有对张一好好感谢，反而反手对他一顿冷嘲热讽。张一身形一晃，一把就将女人凌空提了起来，说我多管闲事是吧？那你就先去死吧！不等那女人求饶，张一用力就将其活活捏爆。众人直接被眼前的一幕吓得亚麻呆住，哆哆嗦嗦不再敢说话。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要么把附近的尸体都抬进车里拉走，要么变成尸体被我丢进车里拉走，选一个吧。一行人当下亡魂大冒，急忙连滚带爬的抬尸体去了。很快满地尸体便被清理得一干二净，就连地面都被擦得一尘不染。你们谁会开车？我会。那你带上所有人一块走，我不管你们去哪，越远越好。不过最好别开太快，别发出太大的动静，不然死了可别赖我没提醒你们。随后众人纷纷挤上车，油门一踩就扬长而去，呼啸着消失在了公路尽头。张一见状叹了口气，发出这么大响动，鬼知道沿路要吸引多少丧尸尾行。现在路况本来就差，要是被迫停车的话，那他们就只能等死了。随后张一便招呼二女朝别墅去走去。3人回到别墅的时候，一开门就只见大堆的物资，肉蛋奶、水果蔬菜、零食饮料，锅碗瓢盆应有尽有。看样子那个狼人应该是洗劫了几个中小型的超市，17000点的财富值就是给力。都愣着干嘛？赶快整理啊！第二天天亮，张一安排雪清雨在据点继续整理物资，随后找了一辆摩托车拉着李小鱼去药店开始零元购，不多时便扫荡了满20几袋药品。但张一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装了半天就连柜台上的一半都没装完，更别说药店里边还有一个小仓库，要是有空间异能就好了。随后张一让李小鱼去仓库里把所有的药品都搬出来，自己则跑到街上去找货车来拉。没走多远，就看到一辆大卡车停靠在路边，怎么那么眼熟呢？这辆卡车不正是昨晚那辆吗？不过车上此时已经没人了，想来昨天那些人要么是逃了，要么被丧尸吃干抹净了。一连扫荡了10几家药店，大卡车才勉强装了一半不到。找药店容易，但搬运工作实在是太累了，就算2人都有力量增幅异能，还是累得够呛。算了，今天不干了，回家。好，都听张一哥哥的。一回到别墅，李小鱼就直接回房间休息了。雪清雨款步来到张一身前，温柔细语的说道：“辛苦了，我帮你按摩放松一下吧。”上辈子张一见到雪清雨可是要趴在地上的，生怕对方一个闪电5连鞭甩过来要了他的小命。现在居然在给自己做按摩，心里说不出的一阵满足。张一回到卧室，心中也在琢磨，3个人终究是太少了一些，战力不缺，但做苦力的人可太缺了，看来得抓紧找个空间系异能者，把他异能复刻过来才行。不过空间系异能十分的稀少，无疑不是个大势力的宝贝疙瘩。次日一早，张一带着李小鱼再度出门了。今天目的只有2个，首先是找辆油罐车拉回去备用，其次是搜寻其余的觉醒者复刻异能。2人来到加油站分头行动，这时有几个幸存者走了过来，看向李小鱼，不由得眼前一亮。今个运气真不错，还遇到个靓货。小美女，一个人在外边下锅是很危险的，你不知道吗？我和我老公一块来的，才不是一个人。小美女，不如以后跟着哥混怎么样？保你顿顿吃得上饭。现在这世道，就你那废物老公可养不活你。李小鱼闻言脸色冷了下去，直接一脚将其踹飞。你才是废物，你全家都是废物。光头男踉踉跄跄的站起身，剧痛之下冷汗顺着额头流了下来。你也是觉醒者，鹰眼追踪。只见光头掏出匕首，径直朝着李小鱼甩了出去。小鱼早有防备，直接错身躲开了飞来的匕首，可匕首竟然回旋转了一个弯，再次朝着李小鱼刺来。等李小鱼发现的时候，匕首已经近在咫尺，想要躲开已经来不及了。光头男的异能叫鹰眼追踪，掷出的武器就算被躲过了，武器也一样会自动追踪目标，直至命中为止。就在匕首即将刺中李小鱼之际，却突然静止不动，就那么静静的浮在空中。怎么会这样？你做了什么？B级异能，还不错的样子。张一闪现到李小鱼身前，对其说道：“以后多长点记性，第一时间就要补刀，别给对方喘息的机会。异能种类有很多种，别什么时候被阴了都不知道。”知道了啦，老公。我什么时候成你老公了？我怎么不知道？不是都说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吗？你都救了我2次了，我现在才以身相许报恩，已经很矜持了，好不好？报恩也不一定要以身相许吧？不是还能当牛做马吗？那张一哥哥，你是想让我当牛还是当马啊？
光头男哆哆嗦嗦的看着张一，到了现在就算是傻子也知道碰到硬茬了。大哥，我错了，你俩别再秀恩爱了，求求您饶我一命，给我们龙虎帮一个面子。我老大是虎爷，也是觉醒者。龙虎帮虎爷，在张一的记忆里，好像是有那么好势力。暂时饶你不死，走吧，带我去见见你们虎爷。重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同土捏爆。此时光头把张一二人带到一片高楼区，大哥，就是这里面，虎爷在5楼，他见到您一定会很高兴的。虎爷最欣赏的就是您这样的人中豪杰。光头表面上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但眼眸里不时闪过一丝怨毒。不用你带路了，接下来我知道该怎么走。你的价值已经用光了。同时心中默念，拿来半天，便直接将异能复制过来，随即一柄匕首飞出，直接贯穿了光头的喉咙。很快，两人来到一家名叫血皇后的酒吧，门口放哨的走过来喝道：“喂，你俩干什么的？识相的把女的留下，或许大爷高兴还能留你一条小命。”说完，两人便色眯眯的上下打量着李小。张一懒得理会他们，直接匕首手出，瞬间将2个小卡拉米送上了西天。你在门口守着，别把人放跑了。交代完，张一便独自走了进去，一路边走边杀，沿路留下的都是鲜血与尸体。转眼就来到了4楼，不过却被一个壮汉拦了下来。小子，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我可以不追究你杀了我龙虎帮成员的责任，现在滚，我还能饶你一条狗命。张一将目光看向壮汉的头顶，异能钢铁之躯，A 级，财富值2000。居然是极异能，还是极其稀有的钢铁之躯，这妥妥的人形坦克，近战克星啊！想到这里，张一控制着匕首就刺了过去。壮汉周身泛起金属光泽，任凭飞来的匕首刺在身上，溅射出阵阵火花，却连皮都划不开。铁人一把抓住匕首，怒声喝道：“这是老三的匕首，小子，这匕首你从哪弄来的？”当然是从尸体上取下来的，还是一个大光头。不过你放心，我杀人的手法很精湛，他走得很安详。你居然敢杀了老三，我要把你的骨头一根根剔出来捏碎！铁人怒吼着扑了过来，挥着金属拳头一拳拳朝张一打下。张一不敢硬接，只能连连躲闪。怎么样，老子是不是很威猛？我突然改变主意，不想杀你了。你既然杀了老三，那么就顶替老三的位置来服侍老子吧。放心，老子技术可是一流的，绝对让你手歪歪。张一闻言直接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铁人会玩得这么花。想想那画面，张一只觉得周身一阵恶寒。别傻愣着，你倒是继续跑啊！你越是挣扎，宝子越兴奋，好戏才刚刚开始呢。铁人狂笑着朝着张一再度扑来，张一却不闪躲，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在铁人犹豫要不要留点命，以免一拳打死没法做人戏的时候，突然浑身一僵，就这么定格在了原地。你的异能的确很强，但并不是无敌的。雷电系异能就能轻松克制你，很不巧我恰好就有雷电异能，你输的不冤。你还有什么遗言？算了，我怕你说话恶心到我。随即心中默念，拿来半天。检测到掠夺对象，请选择掠夺方向。我全都要。复刻异能成功，掠夺财富成功，获得2000点物资，已存放置别墅，请及时查看。随后张一对铁人问道：“大兄弟，我还是很想吐槽，你们兄弟俩玩的是真花呀？那是你在上边还是他在上边？刚对刚必有一伤啊！”说完控制一道雷电落下，大汉直接变成了渣渣灰。很快张一来到5楼，出乎意料的是那虎爷并没有剧烈反抗，而是不停的磕头认错。大哥，我错了，求求你不要杀我，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什么都可以拿走，龙虎帮的一切都是你的。大哥您看，这是迪丽冷吧，1线级的明星美人，我把她送给您，我都教好了，您会喜欢的。张一凝视着两人，像突然发现了什么，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虎爷见状，以为张一动心了，便对女人催道：“还不赶快过去服侍这位大哥！”哼，我才不去！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可是一线女明星啊，她什么身份，配得上我吗？我不去，要去你去吧。反了你了！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世界末日了？要不是老子，你早他妈喂丧尸了！老子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不然把你剁碎了喂丧尸去！好，我听你的，求你别打我脸了。随即他便朝张一走来。小哥哥，你可要为我做主啊！你可不能像虎爷那么凶，你要好好对待人家，人家可是解锁了好多技能呢，就让我来一一为你展示吧。重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同土捏爆。此时1线女明星迪丽冷啊，脚穿黑色花边丝袜，一脸娇羞的正准备给张一表演才艺，谁知张一竟不怜香惜玉，甩手就把她扇飞。随后眼睛竟死死地盯着虎爷，舔了舔嘴唇说道：“虎爷，我还是对你比较感兴趣，要不你过来吧。”
大哥您别开玩笑，我这一身份又入不了您的法眼啊！虎爷一把捂住后腚，脸色吓得煞白一片。他怎么也没想到张一喜欢这口。大哥，您要是喜欢这口，我有俩手下和你有一样的癖好，要不您去和他们交流交流吧。张一闪身来到虎爷身前，一把将他提了起来，大喊道：“拿来吧你！”检测到可掠夺对象，请选择掠夺方向。我全都要。复刻成功，获得异能广域空间类4级，掠夺财富成功，获得5000万点财富值物资，请选择物资转移地点。全部转移到广域空间里。物资转移成功，请注意尽快查收。空间系异能终于到手了，还是最顶级的广域空间，空间面积足足有10万个足球场那么大。就在这时，虎爷惊恐的惨叫起来：“我的东西不见了！我空间里的东西不见了，都不见了！是你干的对不对？把东西还我，还给我！”这可是他的全部家当和依仗啊，牺牲了上百个手下才弄回来的物资啊！没了这些东西，他往后该怎么活？聒噪！看在你帮我囤了那么多东西的份上，我会让你死得毫无痛苦。虎爷怨毒的看着张一：“我咒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你的愿望可能要落空了，做人你都拿我没办法，做鬼你就更别想了。”张一说完，掌中喷涌出电光，直接将虎爷超度成了一匹渣渣灰。一旁的迪丽冷巴见状，直接吓尿了。大哥，求你放过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会很多招数的，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可惜你现在已经是别人的形状了，要不然我可能会考虑不杀你。说完，张一直接一道雷电把他烤得外焦里嫩。回到1楼，就看见李小鱼脚边有2具尸体。老公，刚才有2个想要跑，被我敲死了，怎么样？我很厉害吧？你要不要奖励一下我？看你能的，那我奖励你去逛商场好不好？好啊好啊，老公你真好。随后2人来到一家商场，李小鱼蹦跳着来到一家服装店，开心的开始了零元购。张一直接大手一挥，将整间店铺的东西都收纳进广域空间里。李小鱼都被吓得亚麻呆住了。别大惊小怪的，东西被我收进我的异能空间里了，等回去了你再慢慢挑吧。好的，老公，我都听你的。随后张一直接把整个商场的东西都转移到了广域空间里，然后又到五金店、医院、钢材厂、造纸厂、调料厂、图书馆、酿酒厂，一连兜转到了晚上。洪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区。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红土捏爆！一连兜转到了晚上，张一才意犹未尽的罢手。等2人回到据点的时候，雪青鱼已经把饭菜做好了。张一没有忙着去吃东西，而是从广域空间里取出钢材，用电磁力控制着，将别墅的整个表面都镶嵌上钢板，将别墅打造成了钢铁堡垒。做完这一切，才心满意足回到别墅里吃饭。饭后，张一又从广域空间里取出一大堆的女性衣服，外加一系列女性用品，你们看着挑吧。另外晚上不用守夜了。说完就径直回到房间躺尸去了。2个女孩则欣喜地挑起了各自喜欢的衣服。青雨，你说张一哥哥是不是太正经了一点啊？难道对我俩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觉得还好吧，他对咱们都不太熟悉，生分一点很正常了。青雨这一点也不正常好吧？现在可是末世啊，哪有人不放纵欲望的？但张一哥哥对这些事情好像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样子。他这么优秀，应该早把咱俩吃干抹净了才对呀。你也不知羞，这不是正好说明他很特别吗？不像那些禽兽一样，是个值得信赖的正人君子呢。哎呦喂，我清纯的雪大校花，你想的太片面了。我巴不得张一哥哥禽兽一点，抓紧把我变成他的形状呢。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之所以不碰咱们，是因为柳如烟，张一哥哥一直都在找他呢？雪青雨闻言直接僵住了。不会吧？怎么不会啊？张一哥哥对柳如烟爱的真真切切，就算被当鱼养，也从没有怨言。要是张一哥哥找到了柳如烟，以他那种性格，我俩多半没有好果子吃的，被扫地出门都有可能的。好像还真有这么个可能，那该怎么办啊？行动起来，上高地推水晶，在找到柳如烟之前，咱俩变成张一哥哥的形状，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咱们也是女主人，还怕他柳如烟不成？而且我们是2打1，开团就能赢，绝对输不了。李小鱼郑重地看着雪青雨，连名分我都想好了，青雨你做大房，我做小妾，咱俩合力挤占柳如烟那个绿茶婊的生存空间，把她撵出去，换谁都行。反正我唯独接受不了柳如烟来这个家里，又饱又辣，鬼知道身上会不会带了什么病，我可不想被间接染上那些病。雪青雨愣愣地张大了红唇，这样也可以的吗？雪青雨脸如火烧，鼻尖冒汗，主要是她早就暗恋张一很久了，委身于张一，她并不抗拒，甚至心里也想早点变成张一的形状。最后由李小鱼制定作战计划，宗旨就3个，白给，还是白给。而此时张一全然什么都不知道，躺在被窝里琢磨着明天该吃什么，要不要出去找个大厨回来专门做饭。洪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
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统统捏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李小鱼和雪清雨穿着性感小衣服凑在沙发上小声说着什么。雪清雨听得脸蛋通红，见张一下楼，李小鱼跑过去挽住了他的胳膊。老公，你醒了，饿了吧？早餐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呢。李小鱼将张一拉到餐桌前，老公，让青雨姐喂你吧。啊，不用，我自己有手。哎呀，别这么客气嘛，老公，我们伺候你是应该的，哪怕你对我们有过分的要求，我们也会主动配合的啦。李小鱼语出惊人，瞬间把张一给整不会了。这俩丫头不会想要变成我的形状吧？我只不过帅了一点，物资多了一点，异能多了一点，对末世熟悉了一点，人格魅力强了一点，黄瓜带了一点，其他方面还是很普通的呀。李小鱼古灵精怪的还好说，雪清雨本身比较文静羞涩，断然是不会白给的呀。很快张一便吃完了早餐，你俩没事的话不要出门，现在外边很危险。今天不带我一起出去吗？不了，现在外边的丧尸等级已经很高了，你跟我一起出去会很危险，还是留在家里吧。哦，那好吧。没事的话，你俩去健身房里多练练异能，我出去找个人，估计要晚上才能回来。好的，老公路上注意安全，早点回来。一路顺风，我做好饭等你哦。告别两个女孩，张一就出去了。看我猜的没错吧？张一哥哥就是出去找那个小绿茶了，咱们得加快计划了。雪清雨咬着嘴唇，轻轻应了一声。此时张一刚斩杀完门口几只丧尸，随后骑着摩托朝海天酒店赶去。高级丧尸越来越多了，看来必须要在今天找到心仪的厨子，晚了可就成丧尸的口粮了。好啊，谁还有吃的麻烦我一点，我出100万，只要给我吃一小口就行。一旁西装男子讥讽道：“说的谁不会一样？别说区100万了，1000万换一包泡面我都乐意。谁能给我口吃的，我就给谁吃鲍鱼。”快拉倒吧！你那鲍鱼几天没洗了，没准现在又腥又臭，鬼才愿意吃。这4天的时间里，众人都没吃过什么东西，早就饿疯了，没有了往日的尊严。唯独前天众人一起分食过半个面包，还是一个叫柳慧的女人贡献出来。想到此处，众人一起看向角落里的一对母女。柳慧，你还有吃的吗？拿出来给大家分点吧。已经没有了。你之前的面包是哪来的？你该不会还有藏着的吧？真的没有了，就只剩半个面包都分给大家了。不可能，你绝对还有吃的。你们母女俩是最先来这里躲着的，鬼知道你们到底藏了多少吃的。柳慧，有的话就趁早拿出来吧。是啊，大家现在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就不要藏私了。我正好有一部大制作片子要开机了，你要是把东西拿出来，巧巧就是内定的女1号了。真的没有了，我没骗你们，那些面包是我在21楼的餐厅里顺手拿的，你们实在是想要，就自己去21楼拿，应该还有剩的。众人闻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自告奋勇去拿面包。现在21楼恐怕早就是丧尸的乐园了，去了不是找死吗？柳慧，要不你去21楼拿面包吧，你之前拿过，对路线比较熟悉。事成之后，我李大刚欠你一个人情，你应该知道我的人情分量有多重。刚导说的不错，柳慧你就跑一趟吧，大家都会感激你的。是呀，刚导说的对，毕竟你对路线最熟悉。听着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柳慧的脸色瞬间变得一片煞白。重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统统捏爆。此时高档酒店内，一群人正要求柳慧出门寻找物资，于巧巧急忙拦在柳慧身前，怒视着众人。要去你们自己去，你们没有腿吗？我们好心给你们开门，给你们吃的，你们现在居然还想要我妈妈去送死，人渣！你们都是忘恩负义的人渣！小丫头怎么说话呢？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哼！柳慧，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面包在哪，你有帮大家拿面包的义务。你要是不去，不说大家都会饿死，你女儿你难道不管了吗？如果你执意不去，那就是犯了众怒，你就别想在这待着了。好，那我们走。柳慧淡淡瞥了一眼众人，拉着于巧巧就要离开。站住！李大刚将母女俩拦了下来。谁同意让你女儿也走的？她还那么小，未来还有大好的人生，你要送死也别拉着她呀！要走只能你一个人走。柳慧闻言脸色彻底冷了下去，这群人渣是打算拿她女儿逼她就范了。要是让女儿留下，不用想也知道女儿会遭受到什么样的非人的待遇。你们一个个道貌岸然，实则都是披着人皮的畜生。野狗尚且知道感恩，可你们连野狗都不如。我可以去帮你拿食物，希望我把食物带回来的时候，那种弱女子用命换回来的血食你们能咽得下去。柳慧说完，转身对于巧巧温柔地说道：“
巧巧，对不起，妈妈没能保护好你。于巧巧呜呜的哭了起来，死死的抓住柳慧，不想让妈妈离开。柳慧缓缓凑到于巧巧耳边，小声的说道：“如果妈妈天黑还没有回来，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你就从楼上跳下吧，不要害怕，闭上眼睛就好了。走也要走得干干净净的，知道吗？”于巧巧努力的点了点头，知道了。宝贝真乖。柳慧微微一笑，转身离开。此时她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如果她回不来，就算变成食人的恶鬼，她也要从九幽地狱爬出来，将这些人的血肉啃食殆尽。此时张一刚到酒店门口，一个身穿背带裤的丧尸就冲了过来。哟呵，这不是我坤坤哥吗？你的篮球呢？还不滚回去接着练习2年半！张一说完，直接一刀把他送回火星，随后边打边杀，往楼上走去。此时柳慧有惊无险的从21楼带回来了几根用过的黄瓜。开门，食物我已经带回来了。快把食物给我！你先让我进去。呵呵，臭女人，你没有跟我谈条件的资格。不想你闺女变成刺身，就把东西先给我，然后再去找一桶水来。老子早就渴得冒火了。你闺女还没被人装修过吧？长得这么可爱，说不定血都是甜的。柳慧闻言心神俱颤，急忙将九死一生寻来的食物递了过去。不要，求求你不要伤害巧巧，我把东西给你，我这就去帮你找水。就在柳慧祈求之际，一道黑影悄然出现在了楼梯口，随即迅速朝这边扑来。众人见状都吓得亚麻呆住，竟忘记了进屋补话。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柄飞刀凌空划过，嘡的一声把丧尸钉在了墙上。柳慧就这么呆呆地仰视着突然出现的帅气男子。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神明的话，在眼前的就一定是了吧？张一俯视着眼前的幸存者，不满地咂了咂嘴巴，看样子又找不到厨子了。那个，打扰一下，你们谁会做饭？8大菜系都会的那种。我家里缺个厨子，待遇还算可以，有没有有能力又有兴趣的？一众幸存者都懵逼了，他们可都是有身份的，怎么会亲自下厨呢？我会做菜，会做很多菜，8大菜系都会。听到柳慧的回答，张一眼前一亮，随即闪现到他身旁说道：“走吧，咱们进屋详细聊聊工资待遇。”同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同腐灭爆！海天酒店内，张一正在面试未来的大厨，一旁的花哥凑了上来：“小兄弟，你是什么人啊？是不是救援队派来救我们的？我就知道上面还没有放弃我们。”张一淡淡的瞥了一眼花哥：“我和你说话了吗？”花哥闻言一愣。小兄弟，你态度能不能好点？注意你的身份，不是什么人你都得罪得起的。信不信等我得救了，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丢了饭碗？滚！张一冷哼一声，一个大逼斗将花哥打飞。眼见花哥被打，其他几个人看不下去了。小伙子怎么动手打人呢？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年轻人就是太冲动了，完全搞不懂尊卑，惹了不该惹的人，这辈子的前途都没了。救援队应该就在楼下了吧？等待会花哥得救了，就凭你这一巴掌，恐怕是不能善了了。张一无语的看着众人。你们该不会以为还会有什么救援队来救你们吧？这场灾难是全球性的，而且情况还会越来越糟，哪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们这群祖宗？想许愿就拜佛，喜欢做梦就睡觉，做人要务实一点，别整天幻想些有的没的。听到张一的话，一群人都呆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可能，你在撒谎，我不相信是真的，除非你拿出证据证明。爱信不信，反正你们的死活又跟我没关系，老子给你证明个鸡毛啊！随后，张一坐下，又继续面试将来的大厨师。咱们继续谈吧，我先说说我给出的条件和待遇，你看看能不能接受。好的，您请说。柳慧点头应是。其实她只要能每天吃上一口热饭就心满意足了。她早就已经意识到，现在已经是世界末日了，根本不会有什么救援队。每天都要准备好1日3餐，菜品的质量不能太低，种类也都不能太少，偶尔也会让你准备宵夜。家里的卫生也需要你帮忙打扫，差不多全年无休，这就是你的工作内容了。至于报酬的话，你可以和我一起吃饭，1日3餐管饱，1个月1套新衣服，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和种类。化妆品也是1个月1套，卫生巾1个月2包，洗发水和沐浴露也是1个月各1瓶。生病也会给你提供药物。娱乐设备的话，目前还比较匮乏，只能给你提供健身器材和书籍，以及听听歌之类的。你要是有其他要求的话，也可以申请，但不保证100%满足。听到张一开出的条件，柳慧呆呆地张大了嘴巴。这是世界末日会有的待遇吗？做梦都不带这么放肆的。我愿意。我还没说完呢，别急着答应。我采用的聘请制度是终身聘请，你不能单方面毁约，除非哪天我直接把你开除了。此时柳慧已经被震惊得快大小便失禁了。终身聘请，做1辈子的饭，我的天哪，这确定这不是福利吗？我愿意，只要您不嫌弃，我就给您做1辈子的饭。张一满意的点了点头。那么欢迎来到我家就职，希望我们能相处得愉快。随即张一从广域空间里取出一个热气腾腾的肯大基全家桶和2瓶可乐放在桌上。
看你们俩的脸色，应该很久都没吃东西了吧？先凑合着吃点，填饱肚子，吃完我就带你们离开。看到这些，两女惊讶的捂住了嘴巴，这是什么神仙手段啊？见到两女没有动作，张毅问道：“是不合胃口吗？要不我再给你们换点别的吃？”没有，这已经很好了。同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同土捏爆。已经很好了。随后二女不再矜持，低头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于巧巧更是边吃边哭，不是难过，是香哭了。此时围观的幸存者们已经凌乱，闻着空气中弥漫的肉香，吞咽口水的声音频频响起。这位大哥，能不能给我也1桶炸鸡？我出1万块。我出100万，哦不，1000万，只要给我紫鸡腿就可以了。这位帅哥，我让你随便开飞机，而且我是自动挡的，只要1个鸡翅就能得到哦。兄弟，我可以给你开支票，要多少你自己填，我给半只鸡腿就行，鸡骨头也行，我不挑食。张一闻言不耐烦地说道：“哪凉快滚哪待着去！”眼见张一对钱和女人都不感兴趣，有人心里一横，竟是直接想去抢二女的食物。张一轻哼一声，匕首飞出，直接将其砸晕。之所以不抱腿，全然是因为自家2个新员工正在吃饭，他可不想倒人家胃口。等着他们吃的差不多了，张一说道：“吃完的话就走吧，我带你们离开这里。”于巧巧麻溜的把鸡骨头收拾好，像个宝贝一样抱在怀里。张一哑然失笑：“没事的，扔了吧，只要你听话。炸鸡汉堡，想吃多少就有多少。”谢谢大哥哥，巧巧会很听话的。巧巧啊，别扔，给姐姐吧，姐姐给你钱。给叔叔吧，你小时候叔叔还请你吃过冰淇淋呢，你忘了吗？哼，扔了也不给你们，哼，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人渣！臭丫头，给你脸了还？说着他就扬起手，想要过来打于巧巧，可看到张一那冰冷的目光时，又把手缩了回去。我命令你自己抽自己100个耳光。大汉闻言涨红了脸，不敢反驳，但又不想自己抽自己耳光。我的耐心很有限，不要逼我动手，否则就不是100个耳光那么简单了。我不介意把你从楼上扔下去。我自己来，不要杀我。说着就啪啪啪的自己打起了耳光。这时李大刚带着笑脸走了过来。这位小兄弟你好，鄙人李大刚是一个导演，你应该在电视上见过我，很高兴认识你。有事吗？是这样的，小兄弟，我想聘请你作为临时保镖，带我离开这里。你想要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要的东西只怕你给不了。非也，这就不一定了。小兄弟应该明白我李大刚的人脉和威望有多恐怖。你带我离开这里，我会欠你一个大人情。我李大刚的人情有多重，小兄弟不会不明白吧？我想这种不亏本的买卖，小兄弟还是看得清的。张毅无语，这特么得有多膨胀，才能说出这种的话呀？大哥哥不要信他的话，他就是个言而无信的坏蛋、人渣、败类。是吗？他怎么言而无信了？你跟我说说。于巧巧随即把之前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张一。听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张一朝着李大刚摇了摇头：“我倒是不想评判你做的对还是错，漠视吗？这种事情我已经司空见惯了。只是很可惜，他们现在是我的员工，作为老板，不帮他们讨债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李大导演，您想好怎么还债了吗？”同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同土捏爆。此时海天酒店内，张一正打算给新员工报仇。我见小兄弟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才对，应该不会这么轻易就受人唆使吧？我给你1秒钟的时间，要么你自己从楼上跳下去，要么我把你踹下去，你选一个吧。哼！臭小子，别以为我怕了你，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老子这些年弄死过的人也不少了，不介意再多你一个。很好，看来你已经做好选择了。随后张一闪身来到李大刚面前，一把抓住他的喉咙，将其拖到窗前。古有佛祖割肉喂鹰，今有李导以身喂丧尸，在下佩服，功德无量啊，李导！说完抬手就把李大刚扔向下面嗷嗷待哺的丧尸群。随后张一返回到房间里，环视着众人，先前逼迫过他们母女的自己站出来吧。房间顿时鸦雀无声，更没人愿意站出来。很好，看来你们都选择了和李导一样的大无畏刷功德道路。那你们是自己跳下去呢，还是我帮你们呢？众人瞬间被吓尿了，一个劲的跪地求饶。张一可不惯着他们，一个个把他们从窗户扔了下去，才肯罢休。随后驾驶着摩托车带二女离开了海天酒店。刚回到据点，李小鱼和雪青雨就快步走了出来。老公，你回来啦？刚跑几步，李小鱼就愣住了，朝着雪青雨道：“我怎么看着好像都不是柳如烟啊？”的确不是柳如烟。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柳慧姐和她女儿，是我特地聘请回来的大厨，以后咱们的1日3餐和卫生都全拜托他们。李小鱼两女闻言都明白了过来，感情张一风风火火跑出去是干这个呀。两人对此倒也没什么想法，
只要不是柳如烟就谢天谢地了。欢迎加入我们的这个小家庭，我叫雪青雨，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李小鱼，欢迎你们。谢谢大家，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于巧巧这时好奇地问道：两位姐姐，你们都是大哥哥的老婆吗？雪青雨神色尴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李小鱼则笑嘻嘻地说道：现在我们还不是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柳慧在心里嘀咕着：现在还不是吗？那以后就会是了吧？可惜我早已为人母，青春不在。把二女安顿好后，张一则是又继续出门，打算去金龙水库一探究竟。在他前世记忆里，那里是监狱中跑出来的犯人所建造的势力。他们之所以占据水库，完全是水库边上就是发电站，根本不缺电。同时，水库常年禁渔，里面鱼虾成群，完全不愁吃喝。从能源到食物，外加水资源，再到地势，金龙水库还真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随着张一逐渐远离市区，丧尸数量开始减少，幸存者数量逐渐变多了。1个小时后，张一来到一个小型的幸存者营地，营地里大概有200-300号人，男女老少都有，里面有很多帐篷，看上去十分的破烂。这些小屋子就是皮肉生意的交易场所，价格商量妥当，关上门就可以练习，时长2年半，往往半个面包就能来上一发，价格透明，实惠又公道。至于有没有传染病，就全看运气了。张一没走几步，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大姐就朝着他吆喝道：小帅哥过来玩啊，只要1包泡面就可以哦，姐姐技术特别好，包你满意。小哥哥，人家半包泡面就可以，有调料包的话可以来2次哟。这时一个胡子巴碴的男子凑了过来，对张一说道：小老弟长牛不？我老婆贼靓，快猜1个面包，包夜3个，我可以帮忙录像，不过需要再加半包泡面。只见在男子旁边站着一个身材火辣的少妇，少说也能打个80分。一个小女孩从女子身后探出头，眨巴着大眼睛看着张一，显然这是一家3口。张一将目光看向女孩，女孩头顶缓缓浮现2行小字：异能梦境制造 A 级，财富值3。张一嘴角勾勒起一丝笑意，想不到还有意外收获，异能等级还不低，要是运用得当，用来暗杀是个不错的异能。见张一直勾勾地看着女孩，男子干笑了一声：那个孩子还小，会被弄死的，别选他好不好？张一无奈地说道：放心吧，我没有那种怪癖，带路吧，找个没人的地方。好的，兄弟请跟我来。同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红土捏爆。此时难民营内，一位酷似蔡继坤的大叔手举摄像机，对张一说道：那个兄弟，我媳妇是第1次干这个，你悠着点，毕竟我们还要做买卖呢。张一没搭理他，从空间里取出一个800寸的蛋糕，朝着小女孩招了招手：小妹妹，这个送给你吃好不好？大哥哥，这个蛋糕真的是给我的吗？张一微微一笑，拍了拍女孩的脑袋，将蛋糕塞进女孩怀里。当然，她现在已经是你的了。掠夺发动，复刻异能成功，获得异能梦境制造 A 级，轻松收获1个 A 级异能。张一心情大好，从广域空间又取出3箱泡面放在地上。你女儿是觉醒者，可以控制梦境，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掌握。不想死的话，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最好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张一说完，转身出了小屋，很快便消失在视野里。屋内男子朝着女儿哽咽地说道：仙仙，你一定要记住刚才那个大哥哥的样子，将来无论如何都要报答他的恩情，知道吗？女孩认真地点了点头，神色坚毅。2个半小时后，张一随着大批人群来到金龙水库山脚下，一行配备着枪械的人正守在关卡处。不要急，一个一个来，检查完1个进去1个，谁再不听指挥，老子毙了他。张一则注意到那个大汉头顶上有2行小字：异能气味追踪1级，财富值300。张一想了想，凑到大汉身后，拍着对方肩膀，拿出1包华子递了过去。大哥，小小心意不成敬意。小子挺识相的吗？进去吧，你不用排队检查了。谢谢大哥。就这样，张一成功插队过检，还顺手复刻了1个异能。掠夺异能的熟练度已经达到了80%，再复刻2个异能就能升级了。此时排队的人群中有人小声议论着：你们说咱们该不会被抓去当苦力吧？苦力就苦力，只要有口饭吃就行，总比饿死的强。待遇方面一开始就要谈好，居住条件不能太差，吃的不说有多好，但起码要营养均衡吧。咱们态度要强硬一点，可别轻易让步，不然以后再想谈条件就难了。1个小时后，通过安检的人都来到一个广场上，都抓紧滚出来，快点的，别墨迹！现在听我命令，男女分开站成2列，男左女右。人群发出一阵骚动，但却没有人照做。这位同志，麻烦你说一下能给我们什么待遇吗？我们大老远过来投奔你们，总不能寒了人心吧？而且我们也还没决定要留下，还不是你的员工，更不是你的手下，你无权命令我们。大家不妨拿出诚意来好好谈谈。眼镜男说的铿锵有力，引得一众人纷纷附和。对，拿出诚意来。
就是我们这么多人，什么样的人才都有，想让我们留下来出力，也要给出相应的待遇才行。拿出诚意来，不然我转身就走，谁爱在这待谁待。一众狱警闻言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笑死老子了！你们听见了吗？他们要我们拿出诚意来，这简直是我2025年听到最好笑的笑话。肉猪仔居然要待遇，我没听错吧？随即他抬手就是一枪，先前领头的男人顿时血花四溅，成了一具尸体。人群爆发出骚动，不少难民惊恐的转身就跑。几个狱警抬着机枪朝着人群就是一阵突突突突突，眨眼功夫10几个难民便中枪倒地，已然没了声息。给你们3分钟的时间，男女分成2列站好，否则后果是什么？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这下难民们老实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男女分开站好了。好了，大家挑一下，喜欢的带回去练习开车，其余的先关起来养着。狱警们怪叫着朝女人的队列走了过去，看上哪个女的就直接拽着将其拖走。营地里顿时惨叫一片。同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统统捏爆。此时广场上狱警们都找到了合适的开车人选，随后将剩下的人统统押走，关进了牢房里。这群猪狗不如的畜生都应该下地狱！你们也是被传单骗过来的吧？天底下哪会掉馅饼？我们都被骗了。你们也是被骗来的吗？在这里待多久了？没多久，比你们提前2天而已。要我说你还是省点力气吧，尽量表现的精神一点，不然……胖子嘿嘿一笑，就要变成大伙明天早上喝的肉汤喽。什么意思？还能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他们叫我们什么吗？肉猪仔，用来放血吃肉的猪仔啊！心肝他们会留着下酒，肠子肥肉一锅炖了再抬回来喂犯人。要么你乖乖的吃人肉，要么被拖出去宰了煮汤。听到胖子的话，众人无不胆寒，有的甚至被直接吓晕了过去。深夜，原本吵闹的监狱安静了下来，一名巡逻走了过来，张一趁机小声喊道：“长官，麻烦你过来一下，我给你看个好看的。”巡逻面带疑惑，骂骂咧咧的走了过来。小子你，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手腕粗的栅栏就自动分开。张一伸出大手，将其拽进牢房，顺便将他西瓜摘了下来，然后大摇大摆的走了出去。在路过一间独立宿舍时，张一透过窗户看到2个硬汉正在睡觉，其中一个是普通人，另外一个则是觉醒者。异能被化 B 级，财富值1800。张一闪身进入房间，先复刻异能，在掠夺财富，瞬息之后果断采摘2人西瓜，随后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很快，张一在走廊处又发现一名巡逻。异能听觉增幅 B 级，财富值700。张一发动雷电将其麻痹，大摇大摆走过去，开始掠夺异能。复刻异能成功，掠夺财富成功，掠夺熟练度达到100%。开启新能力剥离，彻底剥夺对象的异能。剥离的异能可转移给他人，转移对象条件好感度超过60%。听到系统的播报，张一喜出望外。剥离异能简直比把人杀了还要残忍，这太过分了，太残忍了，我太满意了。又转了2个半小时，张一共收集了20种异能。当路过一栋别墅时，他发现客厅里一个红头发的精瘦青年和几名少女在探讨人生大事。异能火能 A 级，财富值20万。看来这应该是个小 boss 级别的人物，妥妥的肥羊一个。小 boss 都是1级的，大 boss 应该是 S 级的了吧？随即张一再次发动雷电异能，将屋内几人全部麻痹。闪身来到红发男女跟前，拿来吧你。检测到可掠夺对象，请选择掠夺方向。剥离异能，掠夺财富。异能剥离成功，掠夺财富成功，目的达成。张一毫不犹豫将红发男的西瓜砍下。此时屋内的几名女子都吓尿了，生怕下一个被摘西瓜的就是自己。张一走过去对他们说道：“现在我问什么你们就答什么，敢乱叫一声，我把你们都扔出去喂丧尸。”大哥，我们不会乱叫的，你问吧。我刚刚杀掉的红毛是什么人？在这里排行老几？他叫侯赤，外号侯三，是岛上的3当家。岛上一共有几个当家的？挨个说说。2当家叫黄沙河，大当家的叫朱坤坤，3当家是后来才加入的。那大当家和2当家的异能是什么？这个我不知道啊。张一闻言眉头皱了起来。这时另外一个女人说道：“大哥，我听说岛上那些土墙都是2当家一个人建的，而且是1天就建好了。有点意思。那大当家呢？没什么传闻吗？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大当家，只是私下里听别人说，大当家喜欢吃人，而且尤其喜欢吃漂亮的女人。”张一离开红毛怪的别墅，化作飞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至于那些女的，则被他打晕，没了几个时辰醒不过来。同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统统捏爆。此时草丛里一名巡逻正在给小姐姐上课，突然树根挺尸起来，将其拖进了阴影里。
告诉我你们大当家和二当家在什么地方？不怕死的话，可以试试喊救命，或者不说。巡逻拼命点头。大哥饶命！我说，我什么都说。大当家一直都在后山，二当家的在最高的那栋别墅里。你们大当家很喜欢吃人吗？听到这，巡逻的脸色白了几分。大当家的不是喜欢吃人，而是只吃人啊！我们岛上的好几个兄弟就是这么没的，那些肉猪仔就是给大当家养着的。听到巡逻的回答，张一不禁眉头紧锁，将巡逻西瓜勒断，悄悄朝着后山摸去。此时后山寂静一片，一股股恶臭扑面而来，让人闻之欲呕。对这种气味，张一一点也不陌生，这是腐尸散发出来的味道。不远处，一个大灶台正咕噜咕噜地煮着什么东西，灶台旁边一个大肉球站在案板前，提着菜刀挥砍着食材。同时，张一也看到了肉球头顶上冒出的4行小字：万师恶势暴君，技能狂化嗜血，异能超蓄能，4级，财富值268万。看完介绍，张一嘴角一抽，靠腰脸，这个是啥玩意？这种半人半丧尸的品种还是第一次见，属实是长见识了。就在这时，原本还在砍肉的大当家突然不动了，像狗一样在空气里嗅了嗅，是新鲜人肉的味道，好香啊！说完，他一个转身就朝张一的方向扑来。张一暗道一声糟糕，毫不犹豫借力飞身退去。哪里来的小老鼠？好香的味道，好想吃掉你的心肝啊！结！张一不打，直接从广域空间取出数十根钢筋，裹着雷电朝大当家激射而去。可大当家并不躲闪，架起菜刀挡住脑袋，任凭钢筋插进身体里。张一见状却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能感觉到自己发射出的雷电威力在急速衰减，在被眼前这胖子一点点吞噬。小老鼠，你打得我好疼啊！我要杀了你，我要吃了你的心肝！此时大当家已经陷入了狂化状态，极尽癫狂，大叫着扑了过来。钢铁之躯，张一瞬间变成一个铁人，开启防御姿态。在大当家接触到张一的一瞬间，直接开启掠夺，拿来吧你！检测到可掠夺对象，请选择掠夺方向。复刻玻璃掠夺财富，复刻异能成功，刀力异能成功，掠夺财富成功。异能到手，张一整个人也被震退了10几米，双脚在地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划痕。发动超蓄能，张一周身顿时冒起电光，掌中雷电也在不断放大。闻言，大当家愣了一下，逐渐恢复理智。不可能！你的异能为什么和我的一样？怎么会这样？蠢猪，这本来就是你的异能啊！此时大当家好像又发现了什么，怎么会这样？我的异能不见了，把我的异能还给我！我要杀了你！他伸手就朝张一扑来，可惜你已经没这个机会了。说完，磅礴的雷电从掌心喷涌而出，瞬间把大当家轰碎，只留下一个西瓜在地上滚动。看大当家彻底凉，张一开始安心检查掠夺的物资。500吨的米面粮油，100吨的瓜果蔬菜，300吨的猪羊牛肉，50吨的酒水。这次掠夺来的东西，快抵上从虎爷那得来的一半了。我现在直接躺平都能狗穿末日，还得是靠抢来的快啊！就在这时，一阵暴怒声传来：“你是谁？为什么要杀了我大哥？我们与你无冤无仇。”张一看向他，2行小字映入眼中：异能杀食主宰，4级，财富值3800万。大家都是狼，何必要装羊呢？张一话音落下，数百根钢筋自身后飘起，朝着二当家激射而去。臭小子真是自不量力，我要你给我大哥陪葬！二当家周身泛起土黄色光芒，一块巨石破土而出，将钢筋尽数挡下。然而还不待他反击，张一突然出现在二当家身后，冰冷的声音响起：“拿来吧你！”复刻异能成功，掠夺异能成功，掠夺财富成功。掠夺3连之后，张一挥刀便将二当家西瓜摘下。不过张一并没有马上离开，转身朝岛上走去。没了3大当家坐镇，他完全放肆起来，大摇大摆的在对方基地开始大肆掠夺。同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同土灭爆！靠腰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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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腰嘞！此时张一疾驰在公路上，这一趟整整收获了50多个异能，外加5000多万的财富值物资。放眼整个末世，比他发育还好的绝对找不出第二个。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摆烂。就在这时，不远处的一个幸存者营地吸引了他的目光。此时很多人围着一个铁笼子，里面关着一只猫科动物。铁笼旁边铁链拴着一只丧尸，丧尸像是十分惧怕铁笼里的奇异动物，不停地挣扎着想要逃跑。一个女人正站在笼子前绘声绘色的演讲：大家看呐，这就是上苍给我们派来的神兽大人，他将引领我们逃离苦难。迷途的羔羊们呐，为神兽大人献上你们忠诚与贡品吧，万能的神兽大人会庇佑你们的。在女人的蛊惑下，人群爆发出了阵阵掌声，不少人拿出食物准备供奉所谓的神兽大人。
张一看向动物的头上，显示出一行小字：变异动物灵虎6级。靠腰咧，这哪是什么神兽？明明是变异的老虎啊！这只老虎可能是受伤了，否则早就冲出铁笼把这些信徒吃掉了吧。张一跳下摩托车，进到营地里，朝着铁笼走去。喂，你是谁？你还没有得到神兽大人的认可，没有资格站在这里。在得到神兽大人认可之前，你要做的就是献上你的忠诚与供奉。张一冰冷地看着女子，女子只觉得浑身一颤，忍不住噔噔噔退了好几步。你想干什么？没有5包泡面休想得到我。张一懒得搭理他，径直来到铁笼前，朝着老虎笑眯眯说道：有点想吃老虎肉了，你这一身肥肉应该够我吃好久了。老虎豁然转过头，眸子中折射出一股怒意。还不错，能听懂人话就好说。不过张一的话不仅仅激怒了变异灵虎，同时也激怒了在场的信徒们。放肆！谁给你的胆子，竟敢侮辱神兽大人？你会遭到报应的，神兽大人一定会降下惩罚，惩戒你这个无礼之徒。哪来的混账小子，快把他赶走！张一不理会他们，缓缓竖起一根手指，指尖上隐约可以见到有电光涌动。铁笼里的老虎感受到了危险，怪叫了一声，起身撞开铁笼，一跃跳出5、6米的距离，对危险的感知也还不错。看着变异老虎的表现，张一更加满意了。小东西跟我走怎么样？回去帮我看家，我家待遇很不错的哦。张一说完，从广域空间里取出1箱肉罐头和1箱精品鸡胸肉，点头的话，这些就是你的了。吃完了还有，量大管饱。看到眼前的食材，变异灵虎瞪大了眼睛，都不喜欢吗？那算了。张一说着，又全部收回了广域空间。变异灵虎怪叫一声，跳到张一脚下，拼命的蹭着，一脸讨好的谄媚相。不怪虎虎没骨气，实在是给的太多了。这位大哥，要不我跟您回去吧，我帮您看家。我是属狗的，正好专业对口。大哥，我也是属狗的，我不挑食，吃你剩下的就行，绝对好养活。大哥，我也好养活，我吃你的剩饭，你晚上还可以吃我的饺子皮。眼见信徒们居然要抢自己饭碗，变异灵虎怒瞪着信徒们，仿佛在说：都爬开，是我先来的。好了，那你以后就是我的宠物。张一说着，直接跳到灵虎背上坐了下去。走，回家。张一直接甩给他一条羊腿，变异灵虎张口咬住，几个蹦跳之后消失在了原地。是真神降临了，神兽大人听从无上的真神至尊召唤，和真神至尊走了。大姐，神兽大人明明是被羊腿。女子瞪了一眼，叫我大祭司，愚昧无知的凡人，你能凭空变出那么多食物来吗？只有神才能办到，他就是神，无上的真神。张一此时正骑着变异灵虎在道路上疾驰，完全忽略路况，小河小楼什么的轻松越过，不到20分钟就回到了据点小区。主人，欢迎回家。只见柳慧俩母女正穿着女仆装站在门口处迎接她。老公还满意吗？谢谢。这时李小鱼一愣，看到了牛犊般大小的灵虎。好大的老虎啊！我捡回来的宠物，可以帮忙看门的。它不会吃人吧？一般不会，它很乖的。说是霸旺财。张一摸了摸灵虎的大脑袋，这是他给灵虎取的名字。虎是无华，喜气又吉利，虎到极致就是优雅。随后几人回到别墅，来到餐厅，餐桌上放满了整整一大桌子的菜。这可是柳慧姐和巧巧忙活了一整天做的呢，你快尝尝吧。看着是挺不错的，柳慧姐辛苦了。主人您太客气了，准备的很仓促，都是些比较简单的家常菜，希望您能吃得惯。我操，这叫家常菜？看来这个厨娘有点手艺啊，以后有口福了。无声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同土灭报。此时客厅外，旺财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张一他们的剩饭。张一走过去叮嘱道：晚上睡觉的时候留点心，别睡太死，时刻注意周围的动静，别忘了看家护院的工作。旺财点点头表示了解。张一又从空间里取出几百斤猫砂扔在地上，待会自个去外边刨个坑，把猫砂倒进去当厕所，以后想上厕所就自己去。不过你要记得自己定时铲屎，你已经是个成熟的老虎了，要学会自己的事自己做，知道吗？听完张一的话，身后几女都愣住了，宠物还能这么养的吗？自从掠夺异能升级后，张一发现居然能看到别人对自己的好感度。巧巧的好感度是71%，李小鱼是85%，雪清鱼90%，柳慧最夸张高达98%。就连张一自己都想不通柳慧的好感度为什么会这么高。张一琢磨着，打算手动给几女增加异能。巧巧，去把柳慧姐叫过来一下。好的，主人。很快，柳慧便来到了阳台。主人，你有什么需要吗？你知道异能吗？知道的，主人。经过2天的接触，柳慧也知道了有觉醒者的存在。李小鱼的力气非常大，能举起一辆小汽车；雪清雨则能徒手放出雷电，还能控制金属物品，这让柳慧心中隐隐有些不安。她除了能烧一手好菜之外，能做的少之又少。只要张一开口，愿意给她洗衣做饭的人能把整个小区堆满，她们母女随时都是可以被抛弃的对象。毕竟她自认为自己的价值真的很有限。
你想要异能吗？我可以给你。柳慧闻言，一颗心快速的跳动起来。您说什么？我好像听错了。你没听错，我可以给你一个异能，想要吗？柳慧满眼的难以置信，但依旧还是脱口而出。主人，我想要。张一微微一笑，伸出手在柳慧头上轻轻抚摸着。柳慧面色微红，但却没有丝毫的抵抗或是反感，反而是有点荣幸。我可以给你一个很不错的异能，但相对的，你也将失去你的整个人生。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要用你的一生来换？柳慧痴痴地看着张一，眼神有些迷茫，随即跪了下去。我愿意，主人。主人二字叫的斩钉截铁，是发自内心的臣服。张一满意的点了点头。终有一天，你会为自己现在的决定而感到自豪。我将会带你走到末日的尽头。随即心中默念，异能赠予，火能一击。只见柳慧身后升腾起金色的火焰，瞬间又引入身体。异能赠送成功，赠送对象已获得异能火能 A 级。此时柳慧的好感度也瞬间涨到了100%，达到了奉若神明的阶段。主人，能教我写昆字吗？海鲜已经洗干净了，主人随时可以教我写字。张一看到这一幕直接愣住了，傻傻的不知如何是好。靠腰脸，姑娘你这是要做甚？是不是误会什么了？还有，你女儿还在呢，咱能不能矜持一点？难道这就是满级好感度的威力吗？晚饭时间，大家有说有笑，旺财则在一旁疯狂干饭。雪清雨和李小鱼时不时会向张一请教一些异能练习方面的问题，而柳慧则目不转睛地看着张一，眼神中充满了狂热与崇拜。柳慧姐，今天你做的菜好香啊，比昨天做的还要好吃。谢谢，你们喜欢吃就好。柳慧温婉一笑，站起来，夹起一块肉，小心翼翼地放到张一碗里，眼神仿佛都要拉出丝来。李小鱼见了，心吓一跳。柳慧姐该不会想插队吧？太不厚道了，看来得主动出击了。我要尽快变成张一哥哥的形状。就在这时，张一说道：“小鱼晚上来找我，给你点东西。”啊，好的。李小鱼有点小紧张，可他转念一想，又很快变为了兴奋。他总为自己的身高感到自卑，就连15岁的巧巧都快比他高了。可现在张一居然先选他，不正好证明他更有魅力吗？矮一点怎么了？说不定张一哥哥正好就喜欢矮着弄。哦，不是喜欢娇小可爱的呢。不愧是我。重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红土捏爆。晚饭过后，李小鱼先把自己洗白白，鲍鱼喷香香，然后换了一身兔儿娘套装，朝张一房间走去。屋内的雪清雨则是眼底划过一丝落寞。看来今晚小鱼就要变成张一哥哥的形状了，我也要主动出击了。此时李小鱼已经走进了张一的房间，张一回头一看，忍不住眉头一挑，靠腰脸，小鱼这身打扮真的有够骚气的呀。老公怎么样，可爱吧？有一说一，确实不错。李小鱼扑到张一怀里撒娇说道：“谢谢，我听别人说这叫胜利套装，可以激发人类50%的时长潜能呢。”饶是张一定力如老僧也有些吃不消了，连忙把李小鱼推开。嗨，那个，我让你来是打算给你一个异能的。什么嘛？原来不是。哎，等等，你刚刚说什么？给我什么？给你一个异能 S 级的，不想要吗？你能给我异能？这怎么可能？没什么是不可能的，我既然说了就能做到。我列个曹杠，难道我李小鱼终于要逆天改命了吗？赠送异能，超蓄能 S 级。只见李小鱼周身泛起一阵强光，整体气势也在不断变强。赠送异能成功，赠送对象获得异能超蓄能 S 级。好了，已经完成了，你自己检查一下吧。李小鱼随即检查了一下，发现身体里真的多出了一股奇怪的力量，比先前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这时张一拿起一个笔记本递了过去，该怎么使用和训练我都已经写在上面了，你照着做就行了。李小鱼愣愣地接过笔记本，傻傻地看着张一，鼻子一酸，眼眶挑然红了，随后把笔记本一扔，怪叫一声朝张一扑了上去。小飞棍来呢！次日清晨，张一出神地看着窗外，感受着明媚朝阳。看来我真是个意志不坚的男人啊！李小鱼从被子里探出脑袋，咯咯地笑了起来。主人，早餐已经准备好了。房外传来柳慧温婉的声音：“我待会送点吃的上来，你再睡一会吧。”好的，正好昨晚没睡好觉，我现在感觉腿都不是自己的了。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7天，由于丧尸有同类相食的习性，经过几天的相互吞噬之后，丧尸的数量明显下降了许多，但也变得更加危险了。一部分丧尸甚至进化到了5级，智力更高，速度更快了。末日降临第25天，放眼望去，除了丧尸和少部分变异动物之外，就再无其他活物，连苍蝇蚊子都找不到一只，整个世界都成了一片废墟。预示昔日的文明在这一刻走向了没落，乃至是倒退。此时在丧尸偏远的郊外，几个大势力联手展开了第1次幸存者联盟大会。现在的物资就是硬通货，谁的物资多谁就有话语权。觉醒者也成为香饽饽，无论觉醒的能力有多拉胯，都有人抢着要。于是
好好的幸存者联盟大会愣是变成了觉醒者招聘现场。野狼冒险团诚招觉醒的加入 ，A 级1日3场包食宿，2天1荤，10天1瓶汽水，1个月1杯酒。S 级直接担任副团长，想吃啥您自个说了算，其他等级面议。招聘吆喝声随处可闻，野狼冒险团这种已经算是非常豪华。就在招聘大会举行的如火如荼之时，一辆武装到牙齿的大巴缓缓从城中心驶出，引得众人纷纷侧目。真是屌啊！这都敢开车在市区进进出出，上一个这么干的冒险团，坟头草都被人割了喝汤了。恐怕最少也是 S 级的冒险团了，团里有 S 级的异能者带队。我要是能加入这种冒险团就好了，物资82分成我都乐意。你乐意我还乐意呢，我不要82，我91就满足了。车门打开，一个帅气男子扛着一套桌椅缓缓走下车，身后则跟着4名女子，女子有大有小，风情各异，无一不是人间绝色。大家下午好，长生冒险团正式招收成员，待遇1日3餐，餐餐有肉，2天1瓶肥宅快乐水，7天看1次电影，2月过1次节，节日期间酒肉水果管饱，宿舍2人1间，有公共澡堂和卫生间，名额有限，有意报名，过时不候。张一说完后，人群发出了一阵骚动。这是什么神仙待遇？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啊！还等啥呢？赶快应聘去啊！眼看大批的幸存者冲过来，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张一忍不住嘴角一阵抽搐，他低估了这些人对安定生活的渴望。老公，招聘条件你忘记说了啊！李小鱼急忙拿起大喇叭吼道：“我们冒险团只招收女性团员，男的暂时不招，谢谢。”同生丧尸爆发的前半个小时，我却丝毫没有囤货计划，而是拿起桌上的西瓜刀直奔教学楼里跑去。只因前世我被女友陷害，让人断了3条腿，把我扔进丧尸群，重生一次，我定要将你们统统捏爆。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25天，经过深思熟虑的张一决定开始招人来迎接末世的第2阶段，而且只招女人，只招年轻漂亮的女人。我坤仔第一个不乐意，咱们男人才是挖掘物资的主力。小燕我还是1级觉醒者，懂不懂觉醒者的含金量啊？我们今个就不走了，怎么着吧？不想聘，那就都别聘了。眼见事态逐渐升级，场面一度达到失控，一旁的柳慧如骤然涌起一团直接将地面炸出了1米多深的大坑，距离较近的人都被波及炸飞了出去。是 A 级觉醒者，好强啊！这种威力简直了，碰一下恐怕就会被烧成渣渣灰啊！柳慧扫视了一圈惊恐的人群，冷声道：“希望大家不要试图惹我家主人不开心，否则后果自负。现在想要应聘的人，请排好队，插队者概不录用。再次声明，我们只招收女性团员，没有异能要求，普通人一样可以参加。”柳慧话音落下，大大小小的女性同胞们转眼间就排成了长龙，至于男同胞们就只能干瞪眼了。算了，咱没这个命啊！我不加入可以让我女儿来啊，不是说普通人也可以吗？对啊，我这就去叫我侄女，我去叫我表妹来，我去叫我表姐来，我去叫我老婆来。就张一开出的这个条件，绝对是放眼整个苏市都找不出第2家的。张一初步估计200个精英骨干的人数就足够了，将这200个人打造成觉醒者，那将是一股难以想象的巨大战力。你们看着招吧，我回车上补觉去了。交代完后，张一便朝车内走去。时间很快来到了下午，美女已经招收的差不多了，只是招收点旁边躺着的几具尸体，似乎证明了招收工作也并非毫无波澜。主人，我们现在已经招收到了218个人，比预期招收的还多出了18个。但是我建议再多招一些，然后带回去进行进一步的审核考察，把不达标的淘汰掉，最终筛选出200个最好的留下。主人，您看怎么样？就按照你说的办吧，招人的事情你可以全权负责，怎么办都行。对于柳慧的能力，张一自然是很放心的。一个曾经的上市公司老板，招员工这种事情，柳慧的确更在行。谢谢你，主人。柳慧温柔地看着张一，眼眸里都快能凝出水来了。被这么直勾勾的放电，张一急忙转移话题。那几具尸体是什么情况？柳慧面色微红地解释道：“刚才来闹事的，被小鱼用刀拍死了。”做得不错。以后遇到这种来找事的人，不管是什么身份，直接弄死。等等，这其中有觉醒者吗？好像有2个是觉醒者，一个 B 级异能，另外一个1级异能，不过都没能抗下小鱼一招。张一听闻，心间隐隐作痛，多好的异能啊，还没掠夺就被拍死，惩罚必须惩罚，今晚得让小鱼演奏乐器，1小时不准停那个，以后再遇到觉醒者，尽量生气，要是遇到 S 级觉醒者，直接报告给我，不要力敌。好的，主人。招收工作一直持续到傍晚，原本预定的200人，1天之内就招收到了400人，开来的大巴凑合也只能挤下200。张一只好找个没人的地方，从空间里取出一辆备用的大巴开了回去。麻烦是麻烦了点，可这都是为了安全考虑。于是2辆载满了人的大巴就这么慢悠悠地朝着市区驶去。1个小时左右，大巴才到达目的地。欢迎来到长生冒险团大本营，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各位小姐姐能过得愉快。这个小哥哥好帅啊，好像是冒险团的长官呢。
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了？我愿意变成他的形状。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一，是长生冒险团的团长，你们以后称呼我为团长就行。不过前提是你们能成功通过考核。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先吃饭吧。妹子们发出一声欢呼，都期盼地看着张一。随即张一从货车里拖出几口大铁锅，又从货车里拖出2麻袋土豆和猪肉。半个小时后，肉香已然四处弥漫，显然是已经快熟了。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分成4个队伍，每个队伍派出1名临时代表出来，待会负责分发食物。经历过末世的都知道，同时给400个美女妹子做饭是种什么感觉。此时妹子们正狼吞虎咽地吃着张一做的饭菜，有的妹子甚至边吃边哭了起来。大家都仿佛置身在梦里，完全没想过能吃到这么好的食物。很快锅里的食物便被吃得一干二净。张一微笑着说道：“看来你们对本团长的手艺还算满意。”太好吃了，谢谢团长大人。团长万岁！我要给你生猴子。你们喜欢就好。现在可以谈谈你们的待遇问题了。在你们成为正式团员之前，1天2顿饭，2天吃1顿肉，规格和现在的差不多。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问。一个圆脸妹子疑惑问道：“我们还不是正式团员吗？”张一摇了摇头，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似笑非笑的说道：“你们觉得我们冒险团开出的待遇怎么样？”特别好，比我见过的任何冒险团都好。编辑觉醒者都没有这个待遇的。那你们能给我们冒险团带来什么呢？妹子们都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这种待遇都快赶上 S 级的觉醒者了，不说1个月，光是3天的食物量就能把这些美女全部买下来。毕竟这个世道，长得越美，被打的就越惨。我2天只吃1顿饭就好了。我也是，2天给我吃1个土豆就行。张一再次摇了摇头，我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食物。老实说，你们现在带给我的价值，远远抵不上我养你们消耗掉的多。你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向我献上绝对的忠诚，明白吗？你们有7天的考核时间，通过的留下，不通过的直接走人。张一随即把雪清与吉女叫了过来，先指着柳慧说道：“这位以后是你们的主考官柳慧，这位是你们的后勤部部长于巧巧，这位是你们的主教官李小鱼，这位则是你们的副团长雪清雨。”随后张一又和吉女交代道：“接下来该怎么考核，你们看着办就行。我只有1点要求，服从度越高越好。”张一交代完之后，就退到一旁当起了吃瓜群众。这次考核不单单是考验新成员，也是考核自己身边的吉女。柳慧先将这400人打乱，随机拆分成10个小队，每小队再选出1名临时队长带队。李小鱼3人则去仓库里抬来200床被子，以后就让他们先在院子里过夜。接下来考核正式开始，我希望你们不要让主人失望。报告考官，主人指的是团长大人吗？是的，你们可以和我一样称团长为主人，也可以直接叫团长，但绝对不能称呼全名，都听明白了吗？随着众女的整齐答应，柳慧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好，现在听我命令，全部把衣服裤子都脱了，内衣也都脱了。听到命令，妹子们却是迟疑了，有不少则默默顺从的脱了起来。营地里霎时间春光乍泄，群芳惹眼。张毅则是不淡定，再多待1分钟，巴雷特毁灭。急忙起身告辞，似是想到了什么，又朝着人群中的一个女孩指了指：“跟我来一下。”众人的目光不由汇聚到这个女孩的身上，这是一个肌肤白皙、有着傲人身姿和精致面庞的女子。女孩愣了一下，急忙用手遮住春光，满脸通红的低下了头。没听到主人叫你吗？还不赶快过去！主人能看上你是你的荣幸，你该做的是心怀荣幸的服从主人的命令。我再次声明一遍，你们的一切都将归主人所有，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哪怕让你们去死，也一样要照办。张一闻言无语扶额，他感觉柳慧像是一个邪教祭司一样，在给这些懵懂少女们洗脑。不过都说了让人家全权负责，也不好插手，只能默认了。此时那女孩用衣服遮住身子，走到张一身前。团长大人。看到那遮挡不住的绝色春光，张一说道：“那个，你穿好衣服跟我来吧。”此时女孩穿好衣服来到室内，脸颊通红，不敢和张一对视。女孩名叫青夏，并且觉醒了稀有的极治愈异能，在上一世不止1次救过张一，想不到这一世这么快就遇到青夏，也算是一种缘分了。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隐瞒自己觉醒者的身份？以你一级觉醒者的身份，无论去到哪个冒险团都能得到不错的待遇。听到张一的话，青夏脸色煞白的后退了2步。你怎么会知道的？说说吧，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隐藏身份来我们冒险团？青夏却是咬着嘴唇，不敢直视张一，几度欲言又止。怎么不想说吗？还是不能说？看到张一神色逐渐转冷，青夏急忙说道：“不是的，我是看到你才去应聘的。我们认识吗？我怎么不记得？我在龙虎帮见过你，是你把龙虎帮的人都杀了，我才得救的。”张一沉思了片刻，抬头看向青夏头顶的进度条，好感度50%，这么多的好感度，也间接说明女孩说的是真的了。你当时是穿着衣服的？是的，虎爷想要我给他演奏乐器，我没答应就被关起来了。他们只是不给我饭吃，没把我变成他的形状。你就这么自信隐瞒觉醒者的身份，也能加入我们冒险团吗？青夏闻言心虚的低下头。小丫头还学人走后门，是李小鱼给你打包票能帮你入团的吧？
青夏急忙慌张的解释：“不关小鱼的事，我不用那么紧张，以你的条件完全有资格加入我们。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试图隐瞒些什么，知道吗？”知道了，团长大人，以后再也不会了，我发誓。张毅走到青夏身前，拍了拍肩膀，随即发动异能，复刻成功，获得异能治愈跌级。好了，你可以下去了。另外把李小鱼叫上来。真的不关小鱼的事，是我没告诉过他我有异能。自从被虎爷抓到过之后，我就再也不敢说出自己有异能的事了。时间久了就不自觉的想瞒着。我都说了，这只是小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找小鱼还有其他事情。闻言，青夏才放心的走了出去。不多时，李小鱼笑嘻嘻走进来。老公，我错了，你别生气嘛。要不我晚上再多演奏1个小时的乐器好不好？在龙虎帮的时候，你想帮的应该是他吧？你们之前就认识吗？在漫展上见过几次。青夏 X 阿离和唢呐超级还原，你看过之后一定会喜欢的。2个小时后，张毅神采奕奕的走出别墅，李小鱼则双腿发软的在后面跟着。小鱼姐，你脸怎么那么红啊？巧巧面带疑惑的问道。最近天气太热，又吃了些辣味零食，有点上火了。小鱼姐，以后吃好吃的一定要叫我哦，咱们是好姐妹，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下次一定叫上你。张毅则是走到青夏跟前说道：“恭喜你已经成功通过考核，作为第1个加入长生冒险团的新成员，你可以自己选择住在哪栋别墅里，今晚就可以搬进去。物资的话可以去找巧巧领取。”听到张一的话，众人齐刷刷的将目光望向青夏。这就通过考核了，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吗？一定是刚才走后门上位了，说不定他已经变成团长的形状了。很多女孩心里那叫一个酸，她们自认为外貌这一块不比青夏差，怎么就没轮到自己呢？就在这时，张一的声音缓缓传来。另外告诉大家，他是极治愈细觉行者，如果有谁觉得不妥，可以说出来找我。听到张一的话，妹子们顿时恍然大悟，这种自带高级 buff 入团的，他们是真的学不来。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妹子们席地而睡。夜晚的市区一片漆黑，偶尔还会听见远处的黑暗里传来怪物的嘶吼声，气氛也紧张到了极点。你们说，大爷该不会有丧尸冲进来吃人吧？你别瞎说，怪吓人的，我都快尿出来了。这可是市中心啊，什么样的怪物都有，指不定半夜就悄悄爬进来一只呢。就在这时，一个妹子指着大门处发出了一声惊呼：“快看，那是什么东西！”400个漂亮妹子同时在你家睡觉是种什么体验？此时张一却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妹子们则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只见在小区大门旁，一个牛犊般大小的黑影正静静地蹲在那里注视着众人。几个妹子当场被吓得发出一阵尖叫。就在大家以为怪物要扑进人堆大杀特杀的时候，却发现怪物转身走开了。看来有的人是没把我说过的话放在心里的。这时柳慧沉着脸走了出来，手中火焰升腾而起，照亮了漆黑的院子。他叫旺财，是主人的宠物，刚刚只是下楼扔垃圾而已。随后柳慧对刚才几个尖叫的女孩说道：“你们几个考核失败，失去了加入长生冒险团的资格。”几个女孩当场呜呜的哭了起来，但大家都没有同情她们。柳慧之前就3声5令的交代过的事情，既然违背了，就要做好被淘汰的准备。第二天，张一几人刚下楼，青夏则早早就在楼下等了。团长早上好，以后吃饭的时候就过来和我们一起吃吧。谢谢团长。来到院子以后，放眼望去，尽是顶着熊猫眼的妹子们。柳慧姐，今天你和青夏就留下继续考核吧，其他跟我一起去招人。好的，主人。随后张一就带着雪青雨等人开上大巴驶出了小区。柳慧则对着一众妹子露出了一个和善的笑容。相信大家昨晚应该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不过这才刚刚开始而已。我会争取在1天之内让你们明白尊严这种东西一文不值。你们在主人面前不需要尊严，只需要听从。2个半小时后，张一几人来到了昨天的招聘地点。放眼望去，来的人居然比昨天的还要多。来了，长生冒险团来招人了，快点排队，不然就没机会了。哎呦，别挤啊！你们这些小姑娘就不能礼貌让着我这个老人家吗？我列个草稿，奶奶您今年贵庚？本老登今年70了，不过腿脚还利索着呢。奶奶您活到现在是真不容易，听我一句劝，哪来的回哪去吧。人家长生冒险团只招收美女。哼，奶奶我年轻的时候漂亮着哩，万一就被选上了呢？一众妹子顿时无语。和昨天一样，张一负责划水，李小鱼和雪青雨几人负责收人。不知道别的冒险团觉醒者囤的够不够多了，得找个机会去看看，顺便把异能都搞到手。百无聊赖之下，张一干脆在车上打起了盹。我说小姑娘，哪有你这样招人的？又不是选美，让沈来教你，得挑那种膀大腰圆的，知道吗？迷迷糊糊中，张一被嘈杂声吵醒，于是便带着好奇下了车。只见雪青雨等人隐隐有了怒气，却极力忍耐，没有把这位大妈拍死。发生什么事了？小伙子，你就是管事的吧？长得真俊啊，像电视上的明星似的。你看看这些小丫头乱招的都是些什么人啊？搞得像选美似的，让沈来帮你们把把关。优沈在这镇着，这些小丫头可翻不起什么风浪来。大妈，你谁啊？
主人，他是觉醒者。昨天您说过有觉醒者的话留着给您的。闻言，张一这才了然，大妈头顶上确实有2行小字。异能弹跳 C 级，财富值60。你们这些小年轻啊，就好好看，好好学，看谁是怎么把这事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大妈愈发的蹬鼻子上脸了，甚至都打算把雪青雨推开，自己坐上审核位置。张一可不惯着他，瞬间发动掠夺异能，随后奖励一个大耳光，将胖大妈抽出200米开外。教我做事，你还真不够资格！救命啊！杀人了！有人在联盟大会上杀人了！张一抬手一个雷球甩过去，大妈顿时被炸成了渣渣灰，这才叫杀人。随后张一转身朝着雪青雨吩咐道：“以后遇到这种觉醒者，直接削成人棍，留着一口气就行。”就在这时，一个中年男子从人群中鼓着掌走了出来，旁边还跟着一男一女。这位兄弟好大的火气啊！不知道在联盟大会上是不能随便杀人的吗？联盟大会上，张一刚把闹事大妈烧成渣渣灰，几个人就从人群中走了出来。这位兄弟好大的火气啊！不知道在联盟大会上是不能随便杀人的吗？看到男子头顶2行小字，张一眼眸微眯。异能灼神斧毒 S 级，财富值18000。居然是毒蛇冒险团的团长马三炮。听说他一滴毒液就能毒死几百个丧尸，他怎么来了？长生冒险团完蛋了！各大冒险团可是联名规定，不能在联盟大会上杀人的，否则就会遭到其他冒险团的围攻。听着人群的议论声，张一稍作回想，上一世好像是有那么个规定，不过那是上辈子的事情，跟这辈子有什么关系吗？道歉，这规矩我还真没听说过。男子见张一这般嚣张，眼神射出一股寒意，但又转瞬即逝。不知道也不奇怪，虽说不知者无罪，但兄弟昨天就已经杀了人，今天还不收手，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那按照马大团长的意思，是要我给你们个交代了。这倒是不至于，我只是好奇贵冒险团是不是外地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也就几个人的小团队而已，就因为人太少了，这不就过来招人了吗？我看小兄弟是爽快人，要不带我去贵冒险团走走如何？你我私下交好，互帮互助，你看怎么样？此时李小鱼已经站到张一身后，将斩马刀握在手上，不远处的雪青雨也提高了警惕，只要动手，他就会第一时间护住巧巧。眼见气氛有些紧张，马三炮爽朗的笑了笑，哈哈，两位美女不要太紧张，马某没有恶意。说着朝张一伸出手。忘了自我介绍，鄙人马三炮，毒蛇佣兵团团长，还不知道小兄弟高兴大名。张一见状眉头一挑，靠腰咧，老东西怕不是想毒死我啊？明知道对方要下毒，张一还是伸手和他紧紧握在一起。张一，长生冒险团团长。此时马三炮蓄满了笑意，他已经在张一身上埋下毒种，只要一个念头，毒种就会爆发。张一同样也很开心，同时心中默念：拿来吧你！复刻异能成功，获得异能灼神斧毒了4级，掠夺财富值18000点，一转移至广域空间。哟，马团长，你面包掉地上了。啊，这个不是。嗨嗨，谢谢兄弟提醒，哈哈。马三炮说着就捡起了面包，这面包一看就是镶了金边的，没个10来吨物资是换不来的。马团长好魄力啊！这小子有病吧？镶了金边的面包也换不了10几吨物资啊，傻子吧？就在这时，市区方向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一道身高3米的巨型丧尸骤然从市区冲了出来，顿时人群惊叫连连。快跑啊！市区化丧尸坦克800！坦克800来了，快跑啊！当张一看到丧尸前方一个狂奔的人影时，不由恍然大悟，那人正是先前在马三炮身边的男子。此时头顶上顶着2行小字，朝着张一这边看。异能嘲讽7级，财富值100。张一淡淡的瞥了眼马三炮，看来这老登没安什么好心啊。这坦克800这般猖狂，张一团长不打算灭了他吗？弱了，太弱了，这大块头也就和我家看门狗一个水平。我出手的话有失身份啊！马三炮闻言嘴角一阵抽搐，他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待会抓了这小子，一定要给他脸上来2刀，看看他脸皮得有多厚。就在马三炮打算继续忽悠的时候，李小鱼却是扛着大刀朝坦克800冲了过去。只见丧尸将目标锁定小鱼，扬起拳头朝着狠狠砸了下去。李小鱼却不退反进，捧起大刀打算硬扛。马三炮见状露出一丝嘲弄的神色，简直就是找死！坦克800的攻击哪是这么好接的？可惜了，那么好的女性觉醒者美人，能值不少钱呢。然而想象中血肉横飞的画面并没有出现，李小鱼心中默念：发动异能，超蓄能。只见李小鱼周身金光暴起，狂风暴雨般挥舞起手中的大刀，数十道寒光射至体势。这绝对是 S 级的觉醒者，长生冒险团有 S 级觉醒者，不是1个而是2个啊！靠腰脸，这次啃到硬骨头了。此时马三炮见李小鱼轻轻松松就可对丧尸剁成残肢，不禁萌生退意。我勒个槽缸，还好没动手撕破脸，我们3个加一起也不够看了，看来明抢不行，只能日后找机会偷袭了。这时张一满脸笑意的看着马三炮，马大团长啊，你不是说要去我家看看吗？要不咱们现在就去吧。
不了，我突然想起来家里还有点急事，改日有了空闲再登门拜访吧。这样啊，那不如我去拜访贵冒险团吧，就当是去串门了。就你一个人去吗？串门吗？我一个人就够了。这小子脑子有包啊，居然主动送上门找死。张团长有意，马某岂敢不从？马某定当好生招待兄弟。张团长请吧。对了，麻烦问一下，贵冒险团有多少觉醒者？不多，也就40-50个吧，都是些歪瓜裂枣，入不了张团长的眼。这么多啊！马团长稍等片刻，我准备卸玻璃。很快，张毅提着一篮子面包走了回来，粗略看上去差不多40-50个。小玻璃不成敬意，马团长可要拿好了，特别的重，我这面包可是镶了金边的。我们陪你一起去。听到张一要去毒蛇冒险团串门，几女都露出担忧的神色。不用，串个门而已，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可是，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我一个人去比较方便。那你注意安全，我们在家里等你。随后，在马三炮的带领下，一行人朝着毒蛇冒险团据点走去。一路上皆是破败不堪的景象，幸存者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像野狗般刨着土堆。大大小小的破烂营地在荒野上伴随着风声哀鸣。曾几何时，张一也是这难民中的一员，带着柳如烟在这末世苦苦挣扎。不过他吃的是草根，柳如烟吃的则是他冒死去市区挖出来的物资。很快，在马三炮的带领下，张一来到了毒蛇冒险团的据点。张团长，我这地方格调还不错吧？比起贵冒险团来说如何？不是我自吹自擂，现在还能享受这种规格待遇的可不多了。这个还不错吧？有种朴素的美，这都快赶上自家员工卫生间的配置了，确实有格调啊。张团长，马某也就不绕弯子了，我对贵团很感兴趣，不知能否加入我毒蛇冒险团？我可以给兄弟你一官半职。马三炮懒得装了，直接摊牌。张一毫不意外，直接一点也好，大家都省时间了。马团长，您胃口倒是不小，还惦记着我那点余粮。不过您还是先看看自家粮仓吧，万一已经空了呢。小子，别以为你是 S 级觉醒者就可以有恃无恐。老实告诉你，我已经在你身上种下了毒种。识相的就把你们据点的位置在哪、物资有多少、觉醒者有多少，都1-51-10的说出来，否则你想死都难。就在马三炮威胁张一的时候，忽然一个手下跑了进来。不好了，团长，我们的物资怎么了？物资统统不见了，兄弟们严防死守，一刻都没离开过。可就在刚才查看的时候，却发现整个大仓都空了。放狗屁！难道那么多物资还会长翅膀飞了不成？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啊，就是突然消失不见了的。马三炮整个人都亚麻呆住，脑子里一片混乱。物资没了就开不出觉醒者的工资来，时间久了人心就会涣散。马团长，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你家粮仓空了。是你干的，对不对？你是怎么做到的？任他怎么也想不到，他只是和张一握了一下手，家里的粮仓就被掠夺光了。要是让他知道的话，他一定把自己手给剁了。马团长，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给你面包可是镶了金边的，一个面包就能换你一仓库的物资。我不是给过你40-50个吗？你又要拿多少东西来换呢？你找死！敢拿我的东西，我要你加倍吐出来！毒种爆！只见张一周身顿时爆起一阵绿色烟雾，烟雾很快就将其笼罩在内。放心，我不会直接弄死你的，我待会就派人去寻找你们冒险团的据点所在。那几个小娘们老子装修完就拿去卖掉，不要以为有了异能你就能为所欲为，和我比起来你还……只见烟幕中一只大手急速伸出，一把抓住他的喉咙，将其提了起来，同时密密麻麻的细铁丝激射而出，将一旁的手下也捆成了粽子。有烟无伤定律不知道吗？电影看少了，马团长。我操！你怎么会有和我一样的异能？不可能，你明明是雷电异能。你说什么胡话呢，马团长？您哪有异能啊？都是错觉，要不您试试看？马三炮急忙看了一下自己异能。我的异能呢？怎么消失不见了？是你还是你？一定就是你！是你把我的异能给抢！然而不待他说完，张一直接发力掐断了他的脖子，随手扔在了地上，一团火焰瞬间将尸体包裹在内，片刻后就烧成了一堆渣渣灰。随后张一走到那手下跟前，解开嘴上的束缚。可以了，开始喊救命吧，要大声点哦！救命啊！此时整个毒蛇佣兵团的人已经把张一围住，放眼望去有400-500人。就是他杀了团长，快杀了他，给团长报仇！你居然杀了我们团长，你今天必须洗！别跟他废话，先打成残废再慢慢审问。副团长，您是 A 级觉醒者，团长死了就由您来带领大家吧。这是必须的，必当务之急，我们先给团长报仇。看着怒气冲冲的人群，张一竟开始兴奋起来，体内的血液开始躁动，真是令人期待啊！张一现在有20多种异能，就算面对 S 级觉醒者，也能做到秒杀，但这就够了吗？不，还不够，远远不够。力量增幅，钢铁之躯，雷电掌控，超蓄力，只见张一仰天怒吼，异能同时开启，在周身形成了一股雷火风暴。这一幕下的毒蛇冒险团成员尿不湿都尿湿了。他有 S 级异能，不只有一个，很多。他有很多异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怪物？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技能？他是个怪物，大家别报仇了，小命要紧啊！张一漠视着惊骇的人群，对抗末日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末日。我既是末日。随即，张一闪身朝人群冲了过去。欢迎来到末日。当最后一抹夕阳洒落大地，此时毒蛇冒险团也已经变成了一片垮塌的废墟，整个冒险团无一人存活。看来得回去洗个澡了，大萝卜我自己洗，其他地方都让巧巧搓干净，这一身焦肉味太难闻了。随后，张一从广域空间里取出摩托车，扬长而去。很快，毒蛇冒险团覆灭的消息就传开了，人是早上招惹的，团是下午被灭的，几乎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而始作俑者张一却早早就回到了招聘市场。老公，你没事吧？没事，这一趟还弄到了不少好东西。此次张一共掠夺了整整58个异能，而他的实力也得到了非一般的提升。原先半天时间才能灭掉毒蛇冒险团，估计现在1小时就能轻松拿捏了。见张一无恙，雪清雨才缓缓松了一口气。人已经招够了，我们现在走吗？走吧，我身上臭洗了，得回去洗个澡。随后，大巴载满了大大小小的漂亮妹子，折返进了市区。临走的时候，朝外边放出消息，明天将是最后一次招收成员，错过了机会，以后再想进团就基本不可能了。刚到据点，张一就被惊呆了。只见院里横七竖八的躺满了赤身裸体的妹子，有的趴在地上哭泣，有的蜷缩在角落里发抖，有的则是眼神空洞，仿佛失去了灵魂。主人，您回来了。柳慧面带微笑迎了上来，一旁的青夏则是低头不语，细细看去，小腿有些颤抖，像是被什么吓到一般。张一疑惑问道：“柳慧姐，他们这是肿了？”主人不必在意，只是稍微惩戒一下，让他们变得更加听话而已。靠腰脸，这叫稍微惩戒一下，都快被玩坏了好不好？不过张一最终没有过问，柳慧对他好感度是满的，忠诚度更是爆表，那就随他折腾去吧，目的达到了就行。主人已经选出20个合格的了，其中有2个长得很漂亮，也很干净，粉粉嫩嫩的，您要看一下吗？啊！不了，我要先去洗个澡。柳慧姐肯定是误会我了，招这些人回来可不是为了享受的，而是为了未来的筹划。再说了，这么多妹子，我也吃不消啊。要是有腰子增幅异能、萝卜增幅异能之类的就好了。就在张一胡乱瞎想之际，小女仆巧巧面色微红的走了进来。主人，我帮您做背吧。此时浑身洗白白的张毅没有抓妹子过来研究萝卜种植技术，而是在思考接下来的计划。后天中午12点，末日第2阶段会准时开启。第一次末日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丧尸出现，持续时间为31天。第2个阶段是第1阶段的升级版，如果之前的坦克800是天花板的话，那到第2阶段就只能算是下水道。第2阶段要比第1阶段危险10倍不止，但同时高危险也伴随着大机遇。第2阶段会凭空刷出很多座废弃实验室，实验室里藏着诸多高科技物品、高科技战衣、合金战刀、增幅药水等等。第3阶段为丧尸暴走，到时所有丧尸会发疯一样朝人类进攻，连绵不绝的进攻会持续1个礼拜才结束，守住活下来的才有资格去到第2末日。张一现在要做的就是依靠上辈子的经验勾画出即将刷新的实验室地点。缺人手，缺异能啊！随后张一便让柳慧把今天挑选合格的20个妹子带了过来。你们把衣服都脱了吧，主人您看一下更喜欢谁，今晚让他拔萝卜。只见妹子们开始脱衣服，没有丝毫犹豫，服从度拉满。张一急忙伸手打住，那个你们把衣服都穿起来吧。张一知道柳慧是会错了意思，他现在可看不得这些，不能拿这些来考验老干部啊。见妹子们面带遗憾的把衣服穿好，张一这才细细打量起她们，姿色容貌都是其次，关键是好感度最低的都已经过了70%。看来柳慧姐有点东西啊，难道她把妹子们都洗脑了不成？主人是不喜欢吗？还有年纪更小的，也很漂亮的，不过主人要悠着点。不，我很满意，满意的不得了。以后考核新团员的事情，你全权负责，你想怎么来怎么来，我全力支持。随即张一朝妹子们吩咐道：“你们晚上来我房间吧。”张一立马意识到说错了话，马上改口：“就在这吧，晚上不用去我房间了。”闻言，柳慧红着脸弯腰蹲下，就要给张一卸甲。等等，你干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要给他们异能，不是你想的那样啊。柳慧脸蛋一下就红了，急忙站到一旁。对不起主人，我以为……张一随即来到新成员们身前，心中默念：异能赐予。只见妹子们周身泛起光芒，顿时人造觉醒者就这么完成了。我现在给你们每个人都赐予了一个异能，也就是说你们现在都已经是觉醒者了。哇！众人也感受到了自身的变化，纷纷瞪大了美眸，随即齐刷刷跪了下去。谢谢主人恩赐。不用跪了，都起来吧。你们只要记住，把这件事情永远藏在心里，相互之间也不要讨论，这是我们团里的最高级机密，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露，明白吗？明白主人，我们死也不会说的。
好了，你们先下去吧，去找李小鱼教官，让他带你们去地下训练场，尽量早点掌握异能。柳慧没有一同离开，因为她看到张一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刻意弯腰，她自然是懂的。主人要我帮您解决一下吗？改天吧，先让巧巧过来一趟。您要巧巧弄事吗？好的，我这就让巧巧过来。张一知道柳慧又误会了，急忙补充道：“我是打算给巧巧一个异能的。”很快，巧巧便来到办公室。现在张一还有2个 S 级异能可以送，一个是刚到手的灼神斧，一个是金融水库弄来的砂石主宰。前者限制太多，使用条件比较苛刻。砂石主宰既有高战力，又能临时搭建据点，送给巧巧比较合适。于是张一便把砂石主宰送给巧巧。送你一个异能，看看喜欢吗？巧巧感受着新获得的异能，轻轻一抬手，房间里的尘埃都缓缓漂浮了起来。谢谢主人，主人最好了。巧巧随后直接扎进了张一怀里。巧巧虽然年纪小，但很乖巧懂事。张一早把这个贴心的小女仆当成了邻家妹妹一般看待。主人，只有我们2个人的时候，我可以换一个称呼叫您吗？当然可以，你想叫什么都行。随即巧巧小声嘟囔了一句：“老公，其实巧巧也想变成你的形状呢。”貌似好像这兄妹情刚出场就变质了。我拿你当妹妹，你却要用我的巴雷特，味儿不对啊！就你这小身板，还每天骗几百个小姑娘回去拔萝卜，你受得了吗？眼前这人名叫狂狼，是出了名的暴脾气，整个百盟会敢招惹他的没几个人。张一也淡淡瞥了一眼狂狼。异能无尽怒火 ，S 级，财富值78000。乌星会长，不知道这位狂狼团长的管辖会场是几号？456，一共3个。从今天起，456号会场就是我长生冒险团的了。谁赞成？谁反对？张一此话一出，众人皆惊。我勒个大草，这小子真狂啊，比狂狼还要狂，简直就是个疯子。哦，不是傻子。我敢打赌，不出5分钟他就会被狂狼撕碎。狂狼老大，干他丫的！我早看这孙子不顺眼了。不好说，万一人家也是 S 级觉醒者呢？谁输谁赢还说不准呢。听到张一嚣张的话，狂狼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放声大笑起来。想要我的地盘，小子你是要笑死老子吗？随即狂狼周身泛起血红之色，双眼也逐渐变为了猩红色。小子，你狂狼大爷杀过的人比你吃的饭还要多，给老子过来，让狂狼大爷教教你该怎么做人。张一也不惯着，数个增幅异能同时开启，身子一晃就消失在了原地。等再出现的时候，已然到了狂狼身前，蓄满了爆炸威势的拳头，一拳就砸向了狂狼腹部。狂狼竟是不闪不躲，打算硬接下张一这一拳。小蚂蚁，你再给老子挠痒痒嘛！来来来，老子再让你打一拳，退一步老子就是狗。突然，狂狼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他感觉无尽怒火的增幅在快速消失，无论怎么发动异能都没有了作用。张一顺势抓住狂狼的西瓜，直接将其提了起来。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是命令，懂吗？狂狼只觉得西瓜骨嘎吱作响，连连发出惨叫。看来你是听不懂啊！张一说完，骤然发力，直接将狂狼的西瓜捏爆，随手将尸体甩到一旁。我再问一遍，谁赞成？谁反对？霎时间，会场寂静一片，所有人都骇然地张大了嘴巴，就连会长吴昕也一样如此。仅仅一拳就把狂狼秒了，已经离谱到不像是人了，好吧？那么好，既然没人反对，那么456外加16号会场以后都归黑色玫瑰佣兵团所有。是的，黑色玫瑰也来了。张一也有些意外，原本以为没有血清女，黑色玫瑰也不会诞生，想不到还是出现了。前世黑色玫瑰可是有2个 S 级觉醒者，一个是血清女，另一个就是眼前的百里冰啊。百里冰是 S 级杀内永恒，冰系顶级异能。此时百里冰秀眉微蹙，在他印象中，他和眼前这个男人毫无交集，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领地平白无故的送给自己。他下意识就要拒绝，张一却在这时候开口了。现在张某有点急事，就先告辞了。等处理完了手里的事情，我会去诸位府上谢罪，特别是刚才悄悄说我坏话的朋友，到时候张某一定洗耳恭听。张一说完，冷笑着转身离开了。狂狼已经醒了，他得赶快去狂狼家接盘。但凡跑了一个觉醒者，那都是偌大的损失。刚才谁说张团长会被狂狼打死来着？我刚才也就随便说几句话而已，应该不至于被记恨上吧？许团长刚才就说你叫的追花，你家里不是还存着半只云颠火腿吗？照我说，你还是割一半给人送过去吧。人家长生冒险团不是不缺粮吗？招人待遇好着呢，天天有肉吃啊。你就当破财免灾吧，别到时候人家把你灭了，火腿一样保不住。许团长，你明天把火腿给张团长送过去吧。不仅是许团长，咱们都要送，大家凑一凑，拿出半吨左右的米面给张团长送过去。吴昕此言一出，一众人懵逼了。吴昕又继续说道：张团长的实力比狂狼还要强一些，在接下来反攻市区的作战计划中，长生冒险团应该能起到不小的作用。而且这天价大礼可不是这么好拿的，拿多少东西就得出多少力，否则的话……吴昕说着冷笑了一声，众人闻言眼前也是一亮。送半吨食物简直是天价大礼，是个人都会动心，可一旦拿了，
就着了道了，要么乖乖在接下来的作战中当先锋，要么就要同时面对百盟会的怒火。而此时张一也来到了狼牙冒险团的据点，没了狂狼坐镇，张一彻底疯狂掠夺起来。此时狼牙冒险团已经成为人间炼狱，张一也忘了在这短短1个小时内到底瞎了多少人。此次张一足足收集了318个异能，光为极异能就有18个，同时也获得了新功能同属性融合，可将同属性异能进行融合，从而获得更高级的异能。回到招聘点，张一和吉女打个招呼，就直接钻进大巴里开始手搓融合异能。铁臂 F 级加石肤 F 级合成钙化1级，钢铁之躯 A 级加钻石肌肤 A 级合成璀璨之躯 S 级，水能力级加真冰 A 级合成沙奈永恒 S 级，无限感知 A 级加毒素强化 A 级等初中物理不及格。到了傍晚，张一已经合成出了8个 S 级异能和40个级异能，而长生冒险团也结束了招新工作。毫不客气地说，现在整个苏地的美女都被长生冒险团招的差不多了，剩下的要么是长生冒险团不要的，要么是别人家的。3辆大巴浩浩荡荡的向市区驶去，不过这次却有人鬼鬼祟祟的在后边尾随，张一却毫不在意。很快那些人就被甩在了身后，迎接他们的将是巨大的狮群。回到据点后，张一把柳慧叫到办公室，今天有多少个考核成功的？回主人，今天筛选出60个新团员。60个吗？够了，先带8个过来。好的，主人。不一会，柳慧就带着8个容貌精致、肤白貌美的妹子来到了办公室。衣服都去了吧，让主人看看。妹子们虽略带羞意，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照办了。这次张一没有制止，而是大大方方地欣赏起来。他本来就在极力克制，奈何柳慧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加上今天过度使用无尽怒火异能，火上加火，那就任他肆意燃烧吧。随即朝着柳慧淡淡命令道：“你很喜欢玩火是吧？那今天就让你玩个够，过来跪下。”柳慧愣了一下，然后逐渐变得兴奋，乖乖跪了下去。奴婢知错了，请主人责罚，请重重的责罚我吧。张一指了指那8个妹子说道：“和他们一样，接下来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吧？”奴婢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巧巧推门走了进来，眼前的一幕让他差点惊呼出声，捂着嘴巴愣在了原地。看到巧巧，柳慧脸上绯红一片，眸子里蓄满了秋波，随即朝巧巧招了招手：“巧巧，你过来，咱们娘俩一起打怪兽。”巧巧闻言如提线木偶般走了过去。次日早上，17辆大塔车从据点驶出，朝着市区外边驶去。快看，那么多车从市区出来了，好牛叉啊！好像是长生冒险团的人。这就难怪了，也就长生冒险团的人敢在市区开车进进出出了。听说连狼牙冒险团都被长生冒险团灭了，就在昨天的事。我去，这么强的吗？他们这是要去哪啊？怎么朝着荒野里开呢？谁知道呢？万一是张团长带着妹子们去郊游呢？长生冒险团就张团长一个男人，其他全是美女，想想都羡慕啊！一连行驶了2个半小时，车队才在一片荒野中缓缓停下。就在这安营扎寨吧！张一一声令下，妹子们麻利地开始搭建营地。柳慧和巧巧带着后勤部队开始生火做饭，李小鱼则带着一批异能者在四周清理游荡的丧尸，张一则带着血清与标记实验室即将刷新的地点。此时长生冒险团在忙，百盟会那边也在忙。看着那满满一车的米面，不少人都不禁咽了咽口水。都是好东西啊！长生冒险团那些娘们见了，眼睛不得直接瞪出来啊！我看了都心动，更别说那些娘们了。长生冒险团的据点还没找到吗？是啊，派去的人也应该回来了啊！吴昕一脸阴沉地站在队伍最前方，任他怎么也想不到，张一居然直接把狼牙冒险团给灭了，这让吴昕产生了浓浓的危机感。时间不等人，开始反攻市区吧！随即数千名觉醒者大军朝着市区缓缓推进而去，既是反攻市区，也是要揪出长生冒险团的老窝。此时浩浩荡荡的联盟大军已抵达市区边缘地带，但由于队伍太过庞大，引来了密密麻麻的尸潮，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有10数人葬身狮口。看着汹涌而来的尸潮，吴昕头皮发麻。这就是市区吗？那到了中心地带那还了得？传闻长生冒险团就住在市中心，我看是吹牛皮吧。估计长生冒险团也就在边缘地带驻扎，要是真住市中心，我倒立吃屎。另一边，长生冒险团的新据点已经初步搭建完成，饭菜是1荤2素外加白米饭，肉菜管饱。张一也在饭间再次声明，这次的实验室攻坚行动迅速的同时要保证绝对的安全，拿不下的就暂且搁置。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冒险团的财富，你们的命是我的，没有我的允许，你们不能轻易的去死，明白了吗？听到张一看似训斥实则关心的话，妹子们心中顿时感动不已，好感度又齐刷刷涨了1截。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便来到中午12点，大地随之轰隆隆颤抖，一栋又一栋的钢铁堡垒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眨眼间空无一物的荒野就变成了钢铁堡垒的丛林。这里面所有真菌都含有致命病毒，一旦中毒或是感染就必死无疑，一定要万分小心。从里面拿到的物资，小队长会教你们怎么使用。之前考核失败的，只要能活着回来，就有第2次考核的机会。张一说着跃到旺财的背上。好了，该说的已经说完了，全体出发。
随后按照原计划，1个小队留守据点，剩余7个小队都按照预定好的路线出发了。巧巧扑进张一怀里，小声说道：“爸爸，注意安全啊！”张一爹那差点又动了，昨晚这丫头就是这么叫他的，那真的是要命啊！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随即和柳慧交代了几句之后，张一骑着旺财就朝堡垒丛林赶去。很快，一人一虎便来到了一座安全系数6级的实验室门口。霎时间，密密麻麻的红色触手朝着他激射而来，炙热的火焰从张一周身暴涌而出，刹那间将触手烧成焦灰。随后，一人一虎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实验室。而百人会这边，上千人觉醒者大军在不知疲惫的尸潮面前，战损越来越大。让吴昕更加气恼的是，至今还没找到长生冒险团的据点所在，最后不得不下令后撤，明天再战。而张一此时已经进到了实验室内部，每走几步都会遇到形色各异的变异怪物，有大如磨盘的变异蜘蛛，有篮球大小的黄蜂，有土狗一样大小的瓢虫。就在这时，一个人形生物缓缓走了出来，手臂被改造成了锋利的钢刀。张一看向怪物头顶，领导你7级变异生物，视觉退化消逝，但听觉极其敏锐，同时具有较高的弹跳力。只见张一抬手，一根钢针迅速变大，随后朝怪物击射而去，瞬间将其爆头。这玩意的缺点很明显，它视觉全无，只要发动声音较小的攻击方式就能将其击杀。伴随着张一逐渐深入，怪物的数量也在直线飙升，足足用了1小时才将怪物全部打死。随后便开始慢慢搜索起来，不多时就在一个房间发现了一个金灿灿的宝箱，黄金级的宝箱，运气不错啊！随即张一便打开宝箱，中级合金耐冲外甲，中级合金战刀，低级限时力量增幅药剂。脸有点黑啊，对于黄金宝箱来说，里面的东西着实有点寒酸了。最后花了2-3个小时的时间，张一才将整个实验室搜刮干净，总计收获合金装备168件，高级合金武器18把，强化药水、催化液、营养液总计3000瓶，合金装备设计图纸3份。张一收集完物资后，并没有选择离开，少了，东西太少了，这完全不像危险系数6级实验室该有的产出量啊。随后，张一继续搜索，最终在下水道的尽头发现一道几10米高的厚重合金门。张一尝试着验证了一下，指纹匹配错误，没有进入资格。解密什么的最讨厌了，我让你给我解密。随后，张一数十个异能齐开，朝着合金铁门就是一套还我票票拳。不多时，大门愣是被他砸出了一个大坑。解密成功，张一解除异能，直接钻了进去。刚进入，一阵刺眼的光芒就照了过来。这是一个宽约100丈的地下广场，广场中心堆满了耀眼的宝箱，最低级的都是铂金级的，甚至还有数十个钻石级的。张一花了半小时才将这堆积成山的宝箱一一打开，总计开出1000多件高级合金装备，2000瓶永久体质增强药剂，50把永久自动充能手持电磁炮，16套外骨骼高科技机甲，9把顶级纳米冷武器。张一美滋滋地将东西收好，再度环视周围，只见广场边上的一个合金大铁罐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张一的蛮力撕扯下，合金罐头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缝隙扩张得越来越大。就在这时，罐头中骤然爆射出一个巨型拳头，一拳就将张一轰飞了出去。只见一个巨型身影缓缓走了出来。夜之女神29级，灾害级生物，文明毁灭威胁指数6级，可吞噬融合任何有机物，从而不断升级。张一整个人都懵逼了，这是个什么东东？29级的等级，灾害级的生物，还能吞噬同类升级，貌似放出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啊！此时张一也后悔没管住自己的小手，怎么把这种东西给放出来了？怪不得有那么多宝箱，感情是爆房间啊！来不及多想，张一周身异能全开，只得硬着头皮冲上去。可不管他怎么袭，造成多大的伤害，就算是劈成几半，对方都能在眨眼间恢复，好似完全没有受伤这一概念。而夜之女神的注意力也并没有放在张一身上，貌似只想出去。这玩意一旦跑出去，吸收融合了尸潮和其余大量有机物，鬼知道能变多大，到时候再多的人也不够他杀的，说不定还真能把整个地球文明都给毁了。当看到怪物头顶要害巨能病变核心信息时，张一若有所思，随即全力调动起火系异能，火焰化作一道巨大的火龙卷，将夜之女神笼罩在内。在赤红火焰的席卷下，夜之女神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张一再度使用风系异能，一火一风相融合，化作炙热刀刃，在夜之女神身躯上不停地绞杀撕裂。很快，夜之女神被切割成了无数小块，这些小肉块甚至都来不及再度融合，就被火焰焚烧成了炭灰，只在地上留下一颗拳头般大小的血红色珠子。检测到宿主击杀了灾难级生物，获得称号文明守护者，每天可随机抽取10件1到2级文明物品。又有神级异能，想不到杀个 BOSS 还有意外收获啊！地球文明大概是0.7到1级左右，也就是说，张一有机会得到超出地球文明以上的科技造物。知识有限，完全想象不到啊！来个10连蝎，给爷出金光，走你！获得1级文明物品：高压锅、不锈钢平底锅、自行车、拖拉机、电饭煲、柠檬味超薄 TT、9节电池。靠腰脸，确实想象不到，太拉了！获得2级文明物品：自主蓄能水龙头。虽然脸是黑了点，
但好歹抽到了一个2级文明物品，居然不需要连接水源就能自己产生水。有了这个水龙头，在第2末日就有最基本的水资源保障。就在张一畅想未来之时，旺财跑到夜之女神留下的金河面前，一口就吞进了肚子里。我列个曹刚，你想死啊？虽然夜之女神死了，但鬼知道旺财吃下去以后还会不会复活。要是复活了，那不得再杀一遍啊！只听旺财怪叫一声，周身泛起光芒，身子一会变大一会变小，所幸几分钟后就停了下来。超级变异生物，势能灵活，15级，技能无限成长，无限恢复。夜之女神并没有复活，旺财反而捡了一个大便宜。随即张一招呼着旺财往外走去，临走的时候还顺手将那个合金大铁罐也给带走了。等百盟会得到消息，赶到实验室区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百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开会，会议内容大致如下：百盟会将暂时对实验室区域进行管制，违反者都要接受惩罚，严重的可被直接处死，最后还要缴纳80%的个人所得。等张一返回临时据点时，8支小队也全部返回。此次探索一共阵亡16人。稍作思索后，张一让车技最好的李小鱼明天早上返回市区据点，再带100个人过来。随后，张一给每人都下发了一套高级合金装备，顺道还给8个 S 级的觉醒者妹子每人配备上1台电磁炮。有了这些装备的加持，实验室攻坚工作才能更快速的进行，回报也会更加的丰厚。慢步。此时张一已经和5名 S 级觉醒者从34级大战到35级，已经隐隐有些力气。靠腰练，小花再不更新，老子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还有800多个妹子没变成我的形状呢。就在张一郁闷之际，幸存者里开始有人小声为张一加起了油，很快变成了潮水般的加油声。吴昕见状不屑的冷哼一声，真是一群异想天开的刁民，今天他必须死，我说的耶稣也拦不住。见张一防御心，吴昕身子一晃消失在了原地，瞬间就出现在了张一身后，掏出匕首刺下致命一击。真是卑鄙啊！5打1还搞偷袭！张团长小心背后，吴昕要偷你菊花啦！不少人惊呼出声，胆子小的已经闭上了眼睛，不忍心看到张一被刺死的残忍画面。逮到你了，结！张一却突然诡异的笑了起来，闪电般转身，精准的抓住了吴昕的喉咙。沈曼，吴昕大惊失色，当即发动瞬间移动逃跑，可他却骇然的发现自己的异能不管用了。你死的已经很有排面了，我原本杀人是从来不用找借口的，你是第一个，也会是最后一个。张一说完，直接雷电涌出，磅礴的雷电之力像不花钱似的在吴昕身上一顿狂轰乱炸，眨眼间吴昕就变得外焦里嫩。张一落入下风，全然是故意为了引诱吴昕过来偷袭，不然这老小子的异能是瞬间移动，真要跑，张一无论如何是追不上的。你们几个傻波一打爽了吧？现在该轮到我了。张一随即就冲了出去，一拳就将为首的女人打穿。剩下几人见状，当即亡魂大冒。不好，快撤！几人不由分说转头就跑，生怕比对方跑得慢。什么百盟会，什么手足兄弟，都他喵见鬼去吧！你们逃不掉的。话音落下，张一瞬间移动开启，眨眼就出现在了众人身后。随着张一这边落下帷幕，旺财也刚好把余下觉醒者爪杀干净，围观的幸存者都看呆了，纷纷振臂兴奋地欢呼起来。杀！全杀了才好！张团长威武！张团长万岁！我要给你生猴子！远处黑色玫瑰的几个妹子吓得两腿发抖，就连百里冰也止不住的微微颤抖着。张一的实力已经彻底超出了他的认知，自己引以为傲的力量和他一比显得是如此的渺小。之前他还想着要出手帮忙，现在看来是多么的无知和傲慢啊！都愣着干嘛？赶紧都去探索实验室啊！现在没人拦着你们了。说完，骑着旺财就扬长而去。此时，很多百盟会的成员还在驻地据点挂机呢，趁着消息还没走漏，得赶快上门掠夺异能，晚了就来不及了。就在张一离去不久，一群神秘人悄然出现。真神教，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的神主就是张团长，张一大人。我叫仙仙，欢迎大家随时加入我们真神教，一起成为神主大人忠实的奴仆吧。随着进入实验室的人数增加，获得合金装备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张一的声望一时间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谈起张团长3个字，人们脸上无一不是钦佩和崇拜之色，更有甚者直接拖家带口的加入了那个什么真神教。有了张一的名号在，短时间真神教就吸纳了上千名教徒。与此同时，黑色玫瑰作为仅剩不多的大型冒险团也快速崛起了。就在这时，恍惚之间，一行人似乎闻到了香喷喷的肉味，好像啊，是猪肉的味道。对，我也闻到了，就是猪肉味，还是红烧肉的味道。我做梦的时候天天闻。在香味的吸引下，一众人不由自主地朝着香味飘来的方向走去。只见空地上正驻扎着一个营地，营地中清一色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有人炒菜，有人蒸饭，大铁锅里还炖着香喷喷的红烧肉。黑色玫瑰的妹子们集体石化了。我的天啊，
他们居然有肉吃！快看，还有炒菜和大米饭呢。这时，一块巨石拔地而起，一个身穿女仆装的女孩站在石头上，冷冷说道：“此地是长生冒险团的地盘，无关人员请绕道。”此时，百里冰和一众团员被阵阵肉香引到一处营地，一块巨石突然拔地而起，一个身穿女仆装的女孩站在巨石之上，冷冷说道：“此地是长生冒险团的地盘，无关人员请绕道。”闻言，百里冰愣了一下，这就是长生冒险团吗？长久以来，长生冒险团一直是传说级别的存在，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这哪里是待遇好不好的问题，明明是仙境啊！我们是黑色玫瑰冒险团，我们没有恶意，只是路过这里，小姐姐别误会。这时，雪青雨从人群中走出，朝着百里冰小跑过来。表姐，你怎么在这里？青雨看到雪青雨，百里冰也瞪大了眼睛。巧巧，她是我表姐，不用担心的。好的，青雨姐姐。巧巧闻言降落到地上，带着妹子们放下戒备，该干嘛干嘛去了。表姐，咱们进去说吧。好。当近距离观察长生冒险团时，百里冰彻底亚麻呆住了。这里的人穿的衣服、鞋子居然都是新的，有几个妹子更是过分，居然在化妆。都什么时候了还化妆呢？不对，化妆品哪来的啊？一向以抗压著称的百里冰都有点破防了。青雨，你们平时都是这么生活的？雪青雨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不是的，刚刚在这里驻扎，条件比起总部据点稍微要差一些。百里冰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要不是知道雪青雨的脾性，他还真觉得对方在装杯炫耀。对了，青雨，你怎么会在长生冒险团的？是这样的。随后，雪青雨将遇到张一的事情说了个大概。我的天啊，青雨，你是说你现在是长生冒险团的副团长？张一让我当的。百里冰闻言皱了皱眉。那他没有强迫你干什么吧？比如日久生情什么的？雪青雨俏脸一红，连忙说道：“没有，他对我很好的。”而雪青雨心里倒是巴不得张一能强迫他干点什么呢？此时，张一正在百盟会旗下的冒险团据点里大肆掠夺，不管是异能还是财富，统统带走。但凡他去过的据点，连地皮都不会是完整的。经过这一天的异能洗劫，张一的掠夺异能熟练度也满了。恭喜宿主掠夺异能等级提升，附加了外新功能，掠夺之下众生平等，可掠夺一切碳基生命的固有技能。听到系统提示，张一嘴角抽了抽，这下连是人不是人的东西他都能掠夺了。随后，张一让旺财咬残了2只丧尸，开始做实验。张一先对着普通丧尸来了一个掠夺3连，结果一点反应也没有。看样子，没有技能的玩意是啥也掠夺不到。随后，张一又对7级丧尸开始掠夺，掠夺成功，获得技能撕裂追踪。同时，他手上也出现了一条脏兮兮且充满味道的白色胖子。靠腰练，这下我的小手是真不干净了。下午，张一回到临时据点，妹子们纷纷前来迎接，一声声团长大人、主人的叫做一片。主人，欢迎回家。张一点了点头，把小女娃提到身前。我新收的团员，你看着安顿吧，让他做杂物之类的。柳慧看了看小女孩，又看了看张一。主人，你也喜欢这样的？别，这个不行，有盼头，我会遭天罚的。张一，你没受伤吧？我听表姐说了你和百盟会的事情。放心吧，我没事。你和百里团长是表姐妹啊？是远方表亲。怪不得这俩妹子会上一世一起共事啊，这就说得通了。百里团长，我们又见面了。张团长你好。百里团长不介意的话，留下来吃个晚饭吧。这个，百里冰很想拒绝，但空气中飘荡的肉香让他有点犹豫。黑色玫瑰其他的妹子们那期盼的眼神让他更加的不忍心拒绝。那谢谢张团长了。你是青雨的表姐，一顿饭而已，用不着客气。张一说完就转身回房间手搓异能去了。雪青雨看着张一离去的背影，心里有些感动。要不晚上去找他好好道个谢吧。雪青雨似是想到了什么，小脸开始微热泛红。晚饭后，百里冰就赶紧带人走，再不走团员们都快跳槽了。而雪青雨则转身去了张一房间。你表姐他们走了吗？雪青雨点了点头，声色软糯的说道。张一，谢谢你。小事而已，不用太在意，一顿饭而已。张一确实没放在心上，况且前世黑色玫瑰对他有恩，而现在雪青雨还是副团长，这点面子他还是要帮雪青雨给的。对于雪青雨，张一的感情很复杂。回望往昔，张一不禁唏嘘，不由得朝着雪青雨招了招手。雪青雨小脸刷的一下红了。完了，张一这是要欺负我了吗？怎么办？他会不会让我跪下，又或者让我学狗叫？青雨呀，你等这天不是很久了吗？勇敢小雨不怕困难，冲呀冲呀！哎呀，妈呀！末日第2阶段已经过了快2周的时间，而苏氏由于没有了百盟会的管制，很多人都从实验室里带出了高科技合金装备。如今的苏氏已经变为了3分格局，市区是丧尸的乐园，中间的荒野地带是人类聚集地，另一边则是实验室区域。
各自有各自的地盘，丧尸几乎不会从市区出来，实验室的变异生物也不会出来。没了丧尸和变异生物的侵扰，幸存者们也算过了一段安宁的时光了。同时，张一还在实验室外围建立了一片自由贸易地带，需要的门票既不是物资，也不是装备，而是现阶段根本就没什么用的催化剂。这种东西不仅没用，吃了还会死人，到地上也会让植物变异攻击人。很多人直接当垃圾就地扔了。人们一度认为长生冒险团是在做慈善来着。与此同时，一个号称真神教的势力也快速崛起，已经有了1万多名教众。此时，真神教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想来是加入真神教的，而张一也混在其中。哥们，你也来加入真神教啊？是的，慕名而来。哥们，你也是张团长的脑残粉吧？巧了，我也是。张团长的粉丝很多吗？哥们很少出门吧？那哪能叫很多？那是相当多啊！这么跟你说吧，现在还会喘气的10个人有9个那都是张团长的粉丝。要不是长生冒险团不收人了，我回刀自宫了也得去试上一试。不至于吧，哥们？我听说人家只收美女啊。可不是嘛，谁让我出生的时候多了2两肉呢？这不只能来加入真神教了。不多时，队伍就轮到了张一，一个男人拿着本子记录着。不用太紧张，接下来我会带你去接受试炼，只要你是真神虔诚的信徒，那么一定能通过试炼的。很快，张一被带到大厅里，一大一小2个蒙面人站在他面前，头顶分别有一行字：异能梦境制造 A 级，异能催眠 A 级。看完信息，张一估计他们80%是把信徒催眠后再制造梦境，通过编制梦境进行试炼。可张一现在有2个 S 级的精神类异能，一个是大梦者，一个是意念控，又怎么会被轻易催眠呢？很快2人就遭到了精神反噬。你到底是谁？来我们真神教有什么目的？来人啊，将他给我拿下！很快，一个穿着盔甲的 S 级觉醒者女骑士带人走进来。真德姐姐，这个人是来捣乱的，他破坏了真神试炼，快抓住他！女骑士抽出腰间长剑，指向张一，冷冷说道：“你居然敢玷污圣洁的试炼仪式，你将受到神罚。”张一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即将口罩撤掉，露出了玩味的笑脸。怎么，连你们的真神本尊都不认识了吗？看到张一的容貌之后，信徒们先是愣了一下，而后齐齐地跪了下去。真的是真神大人，真神降临了，无上的真神，您虔诚的奴仆愿意为您献上忠诚。行了，都起来吧，把你们管事的叫上来。不多时，一对中年夫妇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真神大人，您总算来看我们了。此时，真神教的高管见到张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真神大人，您总算来看我们了。”张一只觉得这个男的有点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但又想不起来。您忘了吗？末日刚刚降临那会，我还想让我老婆和您那啥来着。随即男子又指着小女孩说道：“我女儿仙仙，您还给过她一个大蛋糕，您忘了吗？”中年人这么一说，张一这才回想起来，这一家3口张一的确在一个小型幸存者营地里遇到过，当时他还留下了一些物资。我想起来了，想不到你们还活着。见张一记起了自己，中年男人嘿嘿笑了起来。这得多亏了您给我们一家留下的那些东西，要不然我们一家早就死了。这个真神教是你搞出来的？事情是这样的。男子随后将事情原委一一道来。他们一家最开始四处流浪，直到他们遇见了一个叫做真神教的教团。那个是一个打着张毅名义到处招摇撞骗的团体。他让女儿利用梦境制造，把那个领头的女人困死在了梦里，并顺势接手真神教。后来真神教里的一个女孩居然觉醒了异能，而且还是最顶级的 S 级战斗异能羽化天使。有了这个 S 级觉醒者的存在，真神教发展的可谓无往不利。听完男子的简述，张一也明白了真神教的由来，这倒勉强算是好事，最起码从丧尸身上剥离下来的技能不愁没有实验对象。随后张一挑选了几个好感度100%的教众，开始了初步实验。张一先是给其中一个女性信徒赠送了一个撕裂技能，试试看有什么变化没有，有没有感觉到异能？我感觉到了，我也有异能了。随即他双手一挥，食指之上当即长出了血红色锋利的利爪。张一见状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又尝试了几个别的丧尸技能，无一例外都还在可接受范围内。有点搞头啊，这么算下来的话，丧尸技能的潜力可不比异能潜力低多少。进货进货。想到这里，张一让他们留心观察有没有副作用，之后就直接朝实验室区域走去。随后挑了一间3级以上的实验室就扎了进去，毕竟低级的还要留给幸存者们。实验室内但凡带技能的怪物，他一个也不放过。同时3小时后，周围10来座实验室都被他薅了干净。可就算这样，张一就觉得还是太慢了。随即返回临时据点，又率领着接近400号妹子，浩浩荡荡朝着实验室深处出发而去。我的个乖乖，长生冒险团这是要干啥去啊？这么大阵仗！我看到雪青雨了，雷电女神也太漂亮了吧！我更喜欢李小鱼，扛大刀的萝莉多萌啊，可爱死了。刘诗诗才是最美的 S 级意念觉醒者，大灯简直不要太耀眼。很快，长生冒险团便来到了一片高等级实验室区域。随后，张一朝一个妹子招了招手。这个妹子叫刘诗诗，是张一最初提拔那8个 S 级觉醒者中的一个，地位仅次于雪青雨、李小鱼等几个高管。主人有什么指示？待会我进去之后帮我记一下时，看看我从进去到出来一共花了多少时间。
好的，主人。张一说完就朝着实验室大门走去，数个 S 级异能齐开，地面都随之发出一阵颤抖。围观的一众冒险团成员不约而同地打了一个寒战。这就是张团长的实力吗？太吓人了，只怕是碰我一下我就无了呀！都说了他是真神，没看人家真神教都拿他当真神拜吗？切，什么神不神鬼不鬼的，只不过是同时有很多个异能的觉醒者罢了。说到底和咱们一样都是人。你管人家是不是觉醒者，都强大到这个份上了，说是神其实一点也不过分。很多人都在感叹张团长的强大，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在猜测张毅多久能出来。这种实验室我们冒险团没个4、5天可拿不下来，不愧是张团长，艺高人胆大啊！闹这么大动静，丧尸不得扎堆一股脑冲上来啊！想想就害怕，张团长他能行吗？百里团长，听说你和张团长相识，对张团长的实力应该比我们清楚。照你看，张团长要花多长时间？百里冰淡淡的摇了摇头，如果觉醒者实力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么他会给张一打1000分，因为张一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版本的玩家。3个小时之内，2小时左右。此时实验室内，张一正在大杀特杀。当最后一只怪物被消灭时，他直接愣在了原地。无限成长生效中，经验值+1。搞什么飞机？杀丧尸居然报经验值了！随即张一发现，不仅报经验值，同时他还有了自己的角色面板。角色名张毅，等级0，财富值3.8亿，脸地赞5，异能真天样多。看到自己的角色面板，直接给张一整不会了。不是等到第2末日每个人的角色面板才会出现吗？怎么现在就出现了？张一彻底懵了。明明人还在第1末日，半只脚却踏进了第2末日，快了别人大半个末日版本。糟了，我成未来战士了，好在不会被封号。一时开挂一时爽，一直开挂一直爽啊！想到这里，张一又开始动手杀怪，技能薅走，经验薅走，不管是丧尸还是变异生物都通通干掉。40分钟后，才勉强把实验室攻略完成。见张一出来，一众看客纷纷张大了嘴巴。这才进去多久啊？就出来了？不会是已经把这座实验室攻略了吧？不可能，这可是4级实验室，光房间就有几百个，小跑着逛一圈也要个把来小时啊！更别说还要杀那些变异怪物了。会不会是先出来歇口气，等会再继续下半场啊？远处的百里冰看到张一后，娇躯不由得颤了一下，这比他先前猜测的还要短了好几倍。此时张一已经来到了刘诗诗身旁。我进去干了多长时间？刘诗诗小脸一下通红。主人进去干了37分25秒，差不多40分钟嘛。刚才大部分时间都在记录怪物给的经验值上，再来一次的话，应该可以更快些。里面的丧尸已经被我杀干净了，你带一个小队进去搜物资吧，有多快搜多快。刘诗诗随即带上一个小队冲进了实验室。随着张一攻略实验室的速度越来越快，团员们搜刮物资的速度也逐渐赶不上他攻略实验室的速度。张一便让李小鱼带人把据点里停着的10几辆大卡车开过来运送物资。张一前脚出来，雪清雨就带人立马进去搜物资，宝箱都来不及开了，直接把箱子搬回去再说。12辆大卡车来来回回不停地往据点运送物资，宛若一条物资生产流水线。此时围观群众们都看傻了。啥玩意啊？这是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20分钟就又攻略了一个4级实验室，这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看着那一车车装满了宝箱和物资的大卡车，嫉妒和贪婪在人群之中疯狂的弥漫开来，不少人都思量着要不要动手抢夺。长生冒险团吃了这么多实验室，以后咱们吃什么？都被长生冒险团攻略完了，咱们以后不就没得攻略了吗？能力越强，责任就越大。张团长应该以身作则，带个好头，大家说对不对？诸多觉醒者很快便纷纷响应起来。此时已经有不少觉醒者跨过了长生冒险团先前画好的红线，长生冒险团的妹子们当即扑了上去，将越过红线的人诛杀。一时间，觉醒者们惨叫连连，哀嚎声、求饶声不绝于耳。在杀戮和鲜血的刺激下，无数人的贪婪盖过了恐惧，想要乘乱去攻击装满物资的卡车。黑色玫瑰也派出了人手，帮长生冒险团维持治安。不仅是黑色玫瑰，真神教的人也来了。只见身穿铠甲的圣女贞德背身光翼，高高的漂浮在人群上方，宛如战天使降临。异神者当诛。此时张一站在大楼顶端向下眺望，这些土鸡瓦狗连给长生冒险团当磨刀石都配不上。半小时后，浩浩荡荡的觉醒者大爆乱渡哑火，觉醒者们惨的惨，投降的投降，放眼望去足足有6、700人之多，把人全部聚集到一起，觉醒者留下，普通人都瞎了吧？张团长，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此时一众觉醒者们跪在地上苦苦求饶。我们也没拿到什么东西啊，就随口说说而已。您是咱们苏地的老大，总不能这么小心眼吧？是啊，张团长，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应该多为我们这些普通人想想啊，我们也只是想活下去而已啊。张团长，您别生气，您既然有这份实力，就应该挑起拯救苍生的大任呀。是啊，您带回去也没用，放仓库里发霉，太自私了，这样是不能服众的。
张一抬了抬手，示意众人安静，咧嘴笑了起来。老实说，你们今天能组着队的来送人头，我真的很欣慰。我原本以为大家都避我如蛇蝎，看样子我的名声还是很好的嘛。张一说完，钢刀闪现在手里，嘴角挂着温暖的笑意。大家放心，我的刀法很精湛，我争取让各位都很安详的去天堂享福。听到张一的话，觉醒者们都慌了，胆小的甚至已经吓尿了。大家都别乱动，血在流啊！放心吧，你们已经没救了。此话一出，人们更加惊恐了，开始拼了命的逃跑。张一化作鬼魅，在人群中肆虐收割着一条又一条鲜活的生命。不到5分钟的时间，地上就堆满了尸体。张一此次共掠夺了700多个异能，虽然质量一般，但胜在数量够多，能融合出不少高级异能了。解决完觉醒者，张一便继续攻略实验室。不过他的速度太快了，妹子们已经不能保证把每个实验室都搜刮干净。张一便下令把这些没搜刮干净的直接送给了真神教和黑色玫瑰。别看是去捡长生冒险团不要的垃圾，这已经是一笔不省的巨款了。先前观战的大型冒险团们这下傻眼了，看着人家美滋滋的捡漏，一众人都馋哭了。早知道刚才也出手帮忙镇压暴动。随着夜幕降临，最后一车物资运送完毕后，张一率领着妹子们就撤了，只留下一座座空荡荡的实验室大楼。张一回到据点后，先是把所有物资都收进了广域空间，随后吩咐后勤准备大餐，并宣布今晚酒肉不限量，新鲜蔬菜水果不限量，大家可以放开了的吃。妹子们顿时响起了一阵兴奋的欢呼声。随后张一来到私人实验室里，拿出合金装备制造核心，这是之前夜之女神爆出的，不过这玩意需要大量高级合金才能启动，当时条件不够，只能单个。现在幸存者们手里已经储存了不少的催化剂，是时候也该收割了。最好的做法就是让幸存者们用手里的催化剂来买合金装备，买不起的就交首付，剩下的分期付款。现在这台合金装备制造核心终于也派上用场。次日清晨，张一准备再次攻略实验室。有了昨天的经验，张一让整个长生冒险团的人都动起来，随后带着28个小队再次出征了。临走前，让人通知了真神教和黑色玫瑰跟着去捡垃圾。从早上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了晚上8点半才结束。随后，张一率领着妹子们打道回府，不刷了，不仅今天不刷，明天也不刷了。自己吃肉总要给别人留点汤不是？第二天，张一让人在交易区贴上了公告，人群顿时沸腾了。兄弟们，长生冒险团要卖合金装备了。可以从长生冒险团直接买合金装备的兄弟们，下午2点准时售卖。一件低级装备只要1万瓶催化剂，催化剂不够还可半分期。长生冒险团也太良心了吧！虽说实验室已经出现很长一段时间了，但现阶段人们依旧很缺合金装备，幸存者们当即就疯狂了，二话不说就朝着家里赶去拿催化剂了。此时黑色玫瑰的百里冰也找到了雪青雨。青雨，我没有打扰到你工作吧？没有，表姐找我有什么事吗？百里冰欲言又止，两人虽然是表姐妹关系，但堂而皇之的过来想要走后门买装备，百里冰还是有些难以启齿。表姐今天来，应该是为了合金装备的事情吧？百里冰俏脸微热，但还是点了点头。青雨你也知道的，现在大家的合金装备都很缺，别的团知道咱俩的关系，所以都拜托我过来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雪青雨直接摇头拒绝了。百里冰见状叹了一口气，神色黯淡了下去。我老公张一开始就猜到你会来，他说想要团购装备也不是不行，你先回去和其他冒险团商量一下，每家冒险团都派出1名代表，明天过来具体商量。百里冰愣了一下，原来人家一开始就全猜到了，连他会被推过来当说客都了若指掌。你刚才叫她老公，难道你把肉夹馍给张一吃了吗？雪青雨没有否认，甜甜的笑了起来。百里冰不禁摇头哀叹，表妹你糊涂啊。雪青雨微笑不语，糊涂吗？一点也不，倒不如说正好随了他的心愿。主人，我的运气都快被你吸光了，抽出好东西了吗？可能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要不再试一次吧。恭喜宿主文明守护者异能升级，文明延续，每天可以复制一件当前已经获得的文明物品。此时长生冒险团交易区的会议室里也召开了合金装备团购大会。我也不想和大家绕弯子，就直奔主题，长话短说吧。我们可以给诸位每天提供2000件合金装备的优先购买渠道。雪青雨话音落下，会场里顿时发出了一阵骚动。雪副团长此话当真？真的可以买高级的合金装备吗？每天2000件，可不是小数目啊！对啊，而且该怎么样分配呢？总不能抽签来决定吧？雪青雨微微抬手示意众人安静。我很负责地告诉大家，每天2000件只是最开始的数量，以后还会增加。不过诸位需要答应一些条件才行。第一，从我们冒险团买了装备后，你们就不能再进行装备的买卖。第二，需要大家把手里的设计图纸拿出来，1套图纸换1件终极合金装备。第三，批量购买，价格上调10%，做到以上3点，咱们再谈接下来的合作。一众大佬闻言相继无言。第二、第三条件还好说，但第一个条件就有些过于霸道了。虽然大家都还不知道催化剂有什么用，但长生冒险团既然这么大批量收购，就说明一定有用处。
雪副团长，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不地道了？催化剂到底有什么用？不妨和大家说说，总不能你们一个冒险团就把好处全捞了吧？再说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小女人能做得了主吗？张团长呢？最好让他出来给大家个交代。此时，好多人纷纷发出附和。李小鱼柳眉竖起，闪身就来到胖子身后，大刀轰然砍下，随后若无其事地回到雪清雨身边。我希望大家要明白一些事情，你们应该感谢我男人，感谢他还愿意给你们一个合作活命的机会。从始至终，你们都没有任何谈条件和质疑的资格。再且我男人也不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请大家务必摆正自己的位置和态度。听完雪清雨的一番话，再看看李小鱼的恐怖实力，直接把众人都镇住了，没人再敢出声反对。时间转眼到了1月份，食物物资已经不是必不可少的了。相对不好保存的食物，营养液的性价比要更高一些。随着气温愈加寒冷，抗生素等药物则变得稀缺无比。毕竟谁都可能发烧感冒，一颗抗生素药片甚至能换5瓶营养液，就这价格还是有价无市。可长生冒险团在这个时候居然又开通了药物售卖窗口，只要你拿出催化剂就能购买药物，青霉素、感冒灵、泻立停、避孕药等等等等。药物售卖和合金装备一样，付不起全款那就付首付，50%的首付价格，余下的分期还完。至此，有一个算一个。还没背着长生冒险团分期贷款的人已经不多了，幸存者为此每天都要早起晚归，拼命的去探索实验室来还债。经过张一这一段时间的实验，真神教也为此因祸得福，多出了好几百个觉醒者。一时间，张一在真神教的威望更大了，已经到了爆棚的地步。转眼又是3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长生冒险团也突然有了新动作，全团都转移到了无人荒地区域，开始搭建大型堡垒防御工事。随后，长生冒险团对外发布了公告。经过实地勘察以及预测，3天后将会有大量的尸潮从市区以及实验室区域冲出来袭击幸存者营地，请幸存者们尽快搭建庇护所和防御工事，抵御尸潮。长生冒险团的公告一经发出，幸存者们顿时慌了神。尸潮哪来的尸潮？我怎么没看到？人家不是说了吗？3天之后，市区那些丧尸和实验室里的丧尸都会冲出来。不应该吧？那些鬼玩意不是从来都不会主动出来吗？你爱信不信吧，反正我是信的。我这就回家挖地道去。连长生冒险团都要提前构建防御工事抵抗的尸潮，那得有多恐怖啊！于是乎，大大小小的冒险团们二话不说，纷纷开始构建防御工事，玩命似的在那搭墙堆栅栏。快看，那是什么？此时，一名真神教信徒惊恐地指着远处，一只巨化丧尸手持重机枪，静静地站在丧尸大军之中，极为惹眼。不好，他动了！只见巨型丧尸抬起手动机枪，对着真德疯狂扫射。真德急忙用光翼护住身体，将子弹尽数弹开。哼，可恶！我圣天使的身躯怎能允许你这肮脏的丧尸拿机枪对我扫射？真德眸子里涌出怒意，手中锯出光矛，朝着丧尸男投掷过去。然而，光矛仅仅在丧尸衣服上留下一个小洞，却并未伤及本体。这怎么可能？真德震惊不已，巨型丧尸却以肉眼难见的速度冲向他，一拳如闪电般砸来。真德用光翼护体，却还是被轰飞数百米远，在地上翻滚数圈。丧尸男随手抬起重机枪，机枪瞬间变成榴弹发射器。就在他要扣动扳机时，一颗拖拽着电光的流星急速射来，所过之处，丧尸大军血肉横飞，瞬间就将巨型丧尸轰飞出去。是真神大人，真神大人真的来救我们了！有信徒认出了张一，人群顿时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张一带着旺财出现在众人面前，真的踉跄着来到张一身前，单膝跪地。主人，对不起，我没能将他击杀。张一随手甩出 S 级治愈异能，恢复真德伤势。你回据点吧，那玩意不是你能对付的。另外把肉夹馍洗干净，今晚还要吃呢。真德俏脸微红，顺从的点点头，展开光翼飞回据点。此时巨型丧尸也缓缓走了过来，虽然狼狈，但胸口的塌陷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张一看到了他头顶的信息：终极人造有机生化兵器，代号复仇女神，40级，技能3重进化，裂变再生，极限增幅，合金重装，超速感染。看到丧尸男的信息，张一咧嘴笑起来 ：“Boss， 妥妥的 Boss。”旺财，去把真神教附近的丧尸弄死一些，别妨碍到我。旺财闻言就跑开了。张一大喝一声，朝着地面踏出一脚，顿时沙石浪潮涌起，形成一道沙石城墙挡住丧尸，唯独留下巨型丧尸。清理好场地，张一朝着巨型丧尸招了招手，只见丧尸哈出一口寒气，抬手就朝着张一发射一枚 RPG 导弹。张一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秒就出现在丧尸身边，轻轻一挥就借走了他的武器。我操！巨型丧尸怒吼，挥拳砸向张一。张一开启数个增幅异能和璀璨之躯挥拳迎击，两人拳拳相对，地面为之一震，气浪席卷开来，瞬间将巨型丧尸轰飞出去。有点东西，但东西不多。巨型丧尸大吼一声，身躯胀大，食指长出骨刺，以极快速度扑向张一。张一抬手就挡住了他的攻击。羽翼破坏，进入第2形态了吧？可惜还是太弱了。张一随即发动掠夺异能，拿来吧你！刀力技能成功，获得技能裂变再生，极限增幅。听到系统提示，张一愣了一下，
不对啊，我技能呢？明明他有5个技能的，怎么就剩2了？张一怒从胆边生，朝着巨型丧尸就是狠狠一脚踹了过去。王八蛋，还我技能来！没有了极限增幅技能的加持，巨型丧尸的身体机能骤降，张一一脚就把丧尸踹飞。张一怎么也想不到，少了2个技能之后，巨型丧尸会这么不经打。虽然是含怒一脚，但也不至于这样吧？灾害级生物的牌面呢？快点制冷起来啊！就在张一以为巨型丧尸就这么草草狗带的时候，一边再起，只见丧尸身高瞬间长定10数米的高度，一根又一根的白骨尖刺顺着后背长出，犹如一柄柄锋利的利刃。看到巨型丧尸的样子，张一不禁反省，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弱，你一定会带给我更多惊喜的。只见巨型丧尸陷入狂暴，朝着张一就激射而来。张一也毫不犹豫的同时开启了上百个异能，朝着丧尸冲了上去。来吧，让我看看你的实力，我愿意称你为最强丧尸。然而当巨型丧尸接触到元素能量时，瞬间就被蒸发了，2秒不到就化成飞灰。张一笑容凝固，这就是最后一战，算了，回家找个新团员开光吧。主人，有一首歌叫《后来》，你会吗？后来吗？当然会。今天是末日第3阶段的最后一天，这一夜所有人过得都很艰难，如潮水般的丧尸连绵不绝地冲击着幸存者营地。这一夜，近乎1/3的人永远也没能等到黎明的到来。整个苏地之上到处都是狼烟与战火。早上8点，所有的丧尸同时停止了动作，整个世界陷入了诡异的寂静之中。丧尸身上发出一阵脆响声，皲裂开来，不多时就化作了一捧飞灰，消散于无形。越来越多的幸存者从破破烂烂的据点走了出来，茫然四顾。丧尸都消失了吗？是啊，结束了，都结束了。终于结束了，我活下来了。幸存者们相拥而泣，又哭又笑，苏地之上一片震天的欢呼之声。长生冒险团的妹子们也是一片欢喜。现在还幸存的冒险团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唯独长生冒险团从始至终都没有死掉一个人，甚至连伤都没有。张一刚回到据点，巧巧就乳燕投怀般的扑到张一怀里，泪眼朦胧的说道：爸爸，末日真的结束了吗？我们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了吗？其余团员都围了上来，大家脸上都洋溢着难以自制的兴奋，甚至不少人已经在幻想着以后回归到普通社会的生活。团长，你以后开个公司吧，我们都去您公司上班。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是会计专业的，能帮得上忙。我是学金融的，我学服装设计的。我要给团长做小老婆，我要变成团长的形状。还有我，我要和团长水漫金山。张一却是苦笑一声，无奈的摇了摇头。要是末日真的这么简单结束就好了。虽然我也很想和你们一起来个小地震，组织一个100人运动会，掌声响起来啥的，但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回不去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第2次末日就会降临，人类文明将会彻底消失。在最后看一眼这个世界吧。听到张一的话，所有人都亚麻呆住了，茫然的望着四周。还有1分钟的时间，所有人听令，抱紧你们最重要的东西，除了身上的东西以外，其他所有的一切待会都会消失。陨落末日要来了。张一的话音落下，天地间骤然刮起狂风，顿时尘土飞扬。李小鱼扔下手中大刀，一下跳到了张一的背上，随后是雪清雨、柳慧、于巧巧、刘诗诗，所有的妹子们都跑了过来，以张一为中心紧紧抱成了一团。张一从没被如此多肉球包围过，任他有再多异能，一时也难以接受。风暴越来越大，扬起了漫天沙尘，所有的一切都在这场诡异的风暴中逐渐变成了尘埃与风沙。发展了上万年的人类文明，在这一刻走向了终结。2个半小时后，等风暴停歇，人们缓缓睁开了双眼，入目望去，天地间到处都是一片枯黄之色，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城市、公路，就连山川河流都消失了，通通都变成了满地的黄沙。张一也艰难地从肉球堆中爬出来。起来动身了，姑娘们，别顾着看风景，以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够你们慢慢看的。随后，张一从广域空间取出先前从团员们手里统一收取的武器和装备，发了下去。张一随即以太阳为参照物，以东边方向为前进坐标，率先朝前走去。如果没记错的话，朝着这个方向一直走，过个半天的时间就能到达绿洲，那里将是幸存者唯一的安全区。那里有水，有遮蔽阳光的植被，还能避免受到沙漠怪物的袭击。越早到达越好，可以提前占据有利位置。看到长生冒险团率先行动，一些有远见的人也默默地跟在了后面。最先跟上的是真神教，其次是黑色玫瑰。不出2小时的功夫，就已经有人中暑倒下了。张一随即下令休息，先让巧巧用砂石主宰异能造出一个可供大家乘凉的简易穹顶，随即又从广域空间里取出矿泉水分发了下去。妈妈。去过沙漠打野的都知道，别人喝水我看着，别人乘凉我晒着是一种什么感受。而此时长生冒险团的妹子们正大口大口地吞咽着那甘甜的水源，每一下吞咽都带着勾人心魄的韵律，惹得幸存者们目光纷纷聚焦，再难一开。这风暴把啥都关没了，他们的矿泉水哪来的？我们都快渴死了。
想想没那胆子拿东西换，好像也没啥能拿出手的，人家还只收催化剂啊。可催化剂早没了。在第二末日，谁比食物还珍贵？水系异能觉醒者虽受欢迎，但释放异能困难，还没啥战斗力。像巧巧的沙石主宰，在这沙漠里可厉害了，战斗力直接从100飙升到500，堪称异能之王。此时张一来到真神教这边，从广域空间取出防水布，铺在了提前用异能挖好的大坑里，随后把广域空间的水抽到里面。在真德和曲老三的指挥下，真神教的人也开始排着队领取水资源。半小时后，张一还在往池子里蓄水，人群这边却传来了骚动。快看，那是什么？只见远处数十个小沙丘正飞快地朝着真神教据点急速冲了过来。张一见状咧嘴一笑，来了，等的就是你们！随即挥出数十个高压缩雷珠朝这些土丘轰击而去，雷珠爆炸，沙丘停止移动。张一闪身过去，用沙石异能拽出怪物。李小鱼、锦鱼也快速围了上来。老公，这是什么啊？张一瞟了一眼怪老鼠，随即发动掠夺异能，刀力技能成功，获得技能沙形撕咬。这是大耳朵虎虎，是8级的怪物。现在大家都应该有角色面板了，用技能栏里的探查技能扫描一下，就能知道怪物等级和名字。锦鲤闻言很快便换出了角色面板进行查看，纷纷惊呼神奇。真的哎，好神奇，像玩游戏一样。我怎么才1级啊？我也是1级。就在这时，大耳朵糊糊周身泛起光芒，化作一颗花生米般晶莹剔透的杏仁。张一随即拿起杏仁和妹子们解释道：“这个叫做文明种子，可以当做人物升级经验，一枚文明种子是50点经验值。”张一说着，从广域空间里掏出一瓶催化剂，滴了一滴到种子之上，种子顿时发出微弱的绿光，随后一株嫩芽便破壳而出。张一又将嫩芽放在沙地里，将一整瓶的催化剂都倒了下去。嫩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生长，不多时就变成了一棵5米多高的大树。这种树叫守护木，会释放出特殊的气味，沙漠里的怪物闻到之后便会绕行。张一说完，又拿出一瓶催化剂，朝着树根上浇灌下去，守护木顿时又长高了几米，同时树冠上开始结出巴掌大小的果实。张一将果实摘下，递给其他人。这些果实里储存着大量的水分，可以直接饮用，是幸存者们今后主要的饮水来源之一。文明种子也是今后的通用货币，它的用途还有很多，你们以后会知道的。稍作休整之后，张一带上一众人继续向前行进，只不过依旧选择步行。车辆这些载具发出的声音太大，会吸引来大量的沙漠怪物。时间一转眼来到傍晚，随着夜色加深，气温也很快降到了零下10几度，大家都忍不住发起寒战来。张一并没有让大家就地休息过夜，而是下令说道：“比起白天的高温和水分巨量流失来说，夜晚的低温根本算不了什么。真的，你飞上高空，展开光翼当信号灯导航。长生冒险团的人负责猎杀怪物，护卫大家。”随后众人整顿精神，再次出发。当然，张一也只会帮一下真神教，其他幸存者的生死就不关他的事了。能带他们到达绿洲安全区，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这一夜大家都彻夜未眠，很多人甚至没能见到第二天早上的太阳，就被怪物们分食了。日出时分，真德从空中滑下来到张一身前，神色有些惊喜道：“主人，前面有一片很大很大的绿洲。”闻言，张一也飞到空中，向着前方远远的眺望。果然，在前方的10来公里外，有一片巨大的绿洲群落。看来我没有记错。大家打起精神，还有不到20公里就到绿洲了，到那就安全了。幸存者们闻言顿时打起了12分的精神，急速朝着前方赶去。2小时后，就在众人离绿洲仅剩几百米距离时，幸存者队伍后方忽然塌陷下去一个大坑，上百个幸存者当即就掉了下去。转眼大坑又急速闭合，消失不见。一座土黄色的小山拔地而起，定眼看去竟是一只10米开外的巨大圆形蠕虫。旺财，你去开路，带大家先去绿洲。所有人听着，全力赶往绿洲，跑起来，都不要回头。此时旺财带着众人朝绿洲赶去，而巨型蠕虫怪叫一声便扎进沙子里消失不见，地面上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土丘朝众人追赶来。张一见状开启沙石主宰异能，在地下构建出一面重墙，只听一声闷响传来，蠕虫行动被迫停止。下一瞬间，一颗巨大的脑袋从沙土下冲天而起。沙漠游荡吞噬者30级，技能吞噬旱地。张一发动数种异能朝巨虫冲去，一个照面就将其击杀，同时也将2个技能掠夺到手。与此同时，幸存者队伍也到达了绿洲区域。不过不仅仅只有苏地这一支幸存者大军，各地的幸存者都会被无形的拉近距离，纷纷朝着绿洲群落靠近。这个绿洲一共由10个大小不一的绿洲板块等成，1号绿洲最大，2号其次，10最小。此时大量的幸存者来到绿洲，第一时间就拼命的去摘果子，或是扑倒进绿洲的小水塘里喝水。张毅则是让真德尽快带领真神教去占领一个大型绿洲，自己则带上长生冒险团的妹子们前往1号绿洲。一行人抵达绿洲后，张一下令原地驻扎，
以最快速度生火做饭。饭后，张一分出一半的人完善营地，其余人跟他一起出去狩猎，以获取文明种子。而这次不再是徒步，而是开上了几辆大卡车，车后方都拖行着一长串金属瓶和易拉罐，用来制造噪音。不多时，车后方就跟满了密密麻麻的沙漠怪物。张一从副驾驶位上翻身，来到车顶上，眺望着尾行而来的怪物，1000来只，基本都是10级以下的。差不多够用了。张一随即展开光翼朝后方掠去，落在地面之上，单脚一跺，一面砂石土墙竖起，将怪物尽数挡下。随后武装齐全的妹子们有序下车，朝着怪物杀去。张一则飞身来到车顶，从广域空间里取出遮阳伞、座椅板凳，就这么一边喝着可乐，一边欣赏着妹子们战斗的英姿。一天功夫下来，已经杀了数千只沙漠怪物，文明种子也收获了1500枚，换算下来就是75000点经验值，可以让75个妹子升到2级了。狩猎的差不多了，车队便调转车头开始赶了。只不过还没开出多远就被人拦了下来。这是一支人数足有数万的幸存者队伍，看样子应该是一支独立的冒险团，看面貌都很陌生，应该是来自其他的大地区。妹子们神色冷冽，做好了战斗准备。长生冒险团的信条非常简单，除了自己人以外，所有人就都是敌人，随时都要做好和别人交火的准备。这时一个身穿西装的男子走出来说道：各位小姐姐们别紧张，我们没有恶意，本人叫季伯黑，是长地水晶冒险团的团长，很荣幸和各位美丽的小姐在此相遇，不知道诸位小姐姐这是要去哪儿啊？站在最前方的李小鱼不耐烦地撇了撇嘴，不认识，没听过，好狗不挡道，否则别怪姑奶奶我下手没个轻重把你给打死。季伯黑却是不以为意地笑了笑，看向李小鱼的目光变得有些热切起来。不知道诸位小姐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水晶冒险团？待遇从优，3天1顿饱饭，半个月1顿肉，每个月发放2桶洗衣粉。我想这种待遇应该是你们从来不敢奢求的吧？季伯黑说完，信心十足地看着一众肤白貌美的妹子们，心里想：这么多鲍鱼，我要一次吃2个，哦不，吃10个。老大跟他们废什么话，直接绑了就是了。满打满算也就几百个娘们，能翻起多大风浪来？就是绑了就是了，到时咱们换的磨豆浆。此时妹子们集体懵逼了，神色怪异地看着季伯黑，神色之间有戏谑，有嘲弄，有憋笑。三天1顿饱饭，半个月1顿肉，你是认真的吗？季伯黑神色傲然地点了点头。当然，我们是长地最强冒险团，说到做到，表现好还能喝碳酸饮料呢。李小鱼实在听不下去了，急忙打断道：等等，你咋看出我们缺食物的？我建议你还是去照照镜子吧，你们自己都营养不良了，而且你好好看看我们穿的是啥。季伯黑这才仔细打量，只见妹子们面色红润清爽干净，身着高级合金装备，他震惊的后退2步。都是高级合金装备？这不可能，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李小鱼似笑非笑地看着季伯黑，现在还想让我们加入你那什么破冒险团吗？季伯黑闻言，一张老脸青一阵红一阵，丢人丢大发了。他们合金装备再多，也不过就300多人而已，我们可是有整整上万人，要是把这些妹子全拿下，岂不是财色双收？想到这里，季伯黑眼中闪过一丝冷色，朝着旁边的手下示意了一个眼神。李小鱼等人却是不以为意地朝着卡车上看去。只见张一随意地说道：普通人能杀就杀，觉醒者都砍成残废。主人，为什么修炼这一能会这么火热？应该是打开的方法不对，让主人再教你一次。Oh my god！此时季伯黑命令1万多手下将妹子们团团包围，可不待他说话，张一却率先命令妹子们主动出击了。300个装备精良且都是高级觉醒者的妹子，真是不可谓不害人，一开打就是全面碾压。张一则慢悠悠地朝着季伯黑走去，向他扑过来的敌人还没来得及近身就被火焰一能吞噬。看着团员们成片成片的倒下，季伯黑脸色一片煞白，完全没想到一群娇滴滴的漂亮妹妹喊起人来竟然是这么恐怖。我这是招惹了些什么怪物啊？此时季伯黑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就在这时，张一已经瞬移到了季伯黑身后。S 级的璀璨之躯，财富值65万，算是一个肥羊了。可惜这个异能我已经有了，财富值距离虎爷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遇到广域空间的持有者了。听到背后传来声音，季伯黑毫不犹豫地发动钻石之躯，朝着张一就撞了过去。去死吧，小子！然而这饱含毁灭性的撞击却被张一单手就被截停了。什么？怎么会这样？季伯黑大惊失色，要知道他这一撞至少也有10来吨的力量了。拿来吧你！季伯黑只觉得身体一阵疲乏，璀璨之躯瞬间消失了，身体又再度恢复了原样。怎么会这样？我的异能呢？张一没搭理他，一刀就将其西瓜砍下。与此同时，扛着物资的水晶冒险团成员惊骇地发现，行李突然消失不见了。我们的物资呢？没这些物资，在以后可怎么活啊？随着季伯黑惨死，水晶冒险团的人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纷纷丢盔弃甲，不要命的开始奔逃。一众妹子连忙开始围追堵截，势必要将其杀光，特别是觉醒者一个都不会放过。这一战张一共获得上千个异能，其中还有5个 S 级的成品，不到80万的物资，算是不大不小的收入。等张一带人回到绿洲的时候，整个绿洲群落早已经打成了一片。第2末日的这个阶段，
绿洲争夺战就此正式开启。长生冒险团占据了最富饶的1号绿洲，自然是惹人眼红的。外加就那么几百个楚楚可怜的漂亮妹子驻守，幸存者们自然把长生冒险团当成了软柿子，大批的人朝着1号绿洲进攻。兄弟们跟我杀啊！抢东西抢囊们，把这块绿洲给占下来，就吃喝不愁了。张仪带人回来后，第一时间就加入了1号绿洲的混战之中。不过张仪并没有动手，而是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妹子们冲杀，是时候让妹子们去独当一面了。不过苏地的幸存者却没人敢攻打长生冒险团的1号绿洲和真神教占领的2号绿洲，大家心里都有点 AC 数，那个男人是万万不能惹的。因此苏地的幸存者们结成了100万联盟大军，主要以攻占3、4、5号绿洲为主。至于张仪则是漫无目的在绿洲群落里瞎逛，碰到一个就掠夺一名，一点也不带商量的。混战一直持续到了第2天的早上，才隐隐有些减弱的迹象。经过一夜的功夫，张仪已经把5到10号绿洲区域都薅了一遍，掠夺了快1万个异能，光 S 级异能就有18个。此时张仪正朝着真神教所在的2号绿洲飞去。此时战斗力最强的真德依旧还在和2名 S 级觉醒者缠斗，一名是 S 级土系觉醒者，一名是 S 级木系觉醒者。大姐姐不要乱飞了好不好？你长得好漂亮啊，我会把你也做成玩偶，我会保护你的。少年阴沉的面容上早已布满了阴森森的笑意。无鸡鸡快别玩了，用全力，别放这个娘们跑了，待会把她给拿下了，她归你，想怎么玩怎么玩。潘叔，这可是你说的哟，这个漂亮大姐姐归我了哟。吴鸡鸡说完也不再隐藏实力，身体胀大了1倍有余，朝着天空中的真德轰然冲去。此时真德应对2名 S 级觉醒者的前后夹击，已经隐隐有些力不从心。一众真神教教众看得更是揪心无比，却没人能帮得上忙。就在这时，天空中传来一阵淡漠的声音：2个 S 级异能者，哎呦不错，是真神大人，真神大人来了！真神大人万岁！真神大人万岁！一众真神教信徒们爆发出了欢呼声。大汉闻言眉头紧皱，不好，来帮手了！吴鸡鸡，你先拖住那小娘们，我先把这小子收拾了。老子不管你是不是帮手，既然敢过来凑热闹，那就去死吧！大汉转眼到了张仪身前，直接一拳将其洞穿。哼，废物一个，也敢来凑热闹，害老子白担心一场。然而大汉定眼一看，却发现张仪早已不见了人影。怎么会？人呢？你是在找我吗？大汉骤然脊背发凉，刚想反击就被提了起来，异能也没了反应。这位朋友，对不起，放我一条生路，我这就带着我的人滚。张仪只是冷笑一声，掌中发力，瞬间就将大汉西瓜捏爆。眼见大汉惨死当场，吴鸡鸡停止对真德的攻击，一扭头转身就跑，可还没跑几步，就被瞬移过来的张仪挡住了去路。大哥哥，对不起，我错了，人家以后再也不敢了。我把我的东西都给你，我有一罐桃桃，可好吃了，好凉凉呢。吴鸡鸡话还没有说完，身体就被光毛捅穿，随即滚落在地，撕心裂肺的惨叫起来。张仪缓步来到身边，一脚就踩到了他脑袋上，同时发动掠夺异能，来了个掠夺3连。随后无视对方的苦苦哀求与惨叫，一脚将西瓜踩碎。真德缓缓降落到张仪身前，一脸后怕的说道：主人还好您来得及时，要不今晚就没法和您磨豆浆了。张仪闻言欣慰的笑了笑，然后说道：磨豆浆还不着急，晚上我要把豆浆都榨干。不过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提高一下真神教的整体实力，要不然霸占2号绿洲还有些困难。你去叫2000个信徒过来。真德点头应是，不一会就带了2000多名1级信徒过来。张仪随之快速将2000多个丧尸技能挨着下发了下去，且都是精英级的。有了2000个觉醒者加入，真神教也能暂时站稳2号绿洲了。经过一夜的奋战，1号绿洲也逐步稳定了下来。等张仪回到临时据点的时候，营地外围还躺着数千个早已被砍成残废、奄奄一息的觉醒者，显然是妹子们故意留给他掠夺异能的。张仪也不客气，挨个掠夺加补刀，并愉悦送去西天。检测到您的神级异能掠夺等级提升，获得能力夺取未来，可掠夺人物的经验值以及人物等级，掠夺所得的经验和等级皆可赠送，赠送目标需要好感度90%以上。看到新能力的简介说明，张仪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很好，这很掠夺。随后便一头扎进了帐篷里，开始搓地，争取尽快让妹子们的战力再提高一个档次。3天时间转瞬即逝，绿洲争夺战也逐渐进入了尾声。长生冒险团率先宣布彻底占领1号绿洲，而其他每个绿洲板块也都有了归属权。同时各大绿洲的领主也开始纷纷招人。一众绿洲霸主之中，只有长生冒险团选择了保持原样。想要入团的，出门左转真神教，什么人都不收，觉醒者来了也不收。见长生冒险团拒不招人，就几百个妹子坐拥最富饶的1号绿洲，诸多人不禁看红了眼，想着等发育一段时间就把长生冒险团吃了。张仪对此毫不在意，每天都让一半的团员出去狩猎，文明种子都拿来给妹子们升级，怪物尸体能吃的带回来扔给真神教。同时也有人发现了催化剂的妙用，
可正经人谁会在丧尸末日的时候囤催化剂啊？苏地的所有幸存者都沉默了。这玩意当初大家都囤过，但都拿去长生冒险团换装备或者换药物了。与此同时，长生冒险团也应时应景地发出了通告：我团现已开通文明种子兑换催化剂的兑换窗口，有意者可携带大量文明种子前往1号绿洲办理催化剂兑换手续。同时，本团还提供分期付款服务。此消息一出，整个绿洲人人都喜形于色。相比于其他地区幸存者的欢天喜地，苏地的幸存者们纷纷流下了冷汗。那段被长生冒险团支配的日子仿佛又回来，不一样的末日却还是那熟悉的味道。主人，我的经验要溢出来了。飞起来！又是艳阳高照的一天啊！此时，张一翘着二郎腿坐在桌前喝着咖啡，望着营地里忙碌的众女，嘴角扬起一抹笑意。现在的绿洲区域已进入短暂和平时期，长生冒险团一半人外出狩猎，一半人正热火朝天地搭建长期居住的据点。众女们围在一起，叽叽喳喳讨论着新家的设计。我觉得咱们可以弄个大花园，还要有个能晒太阳的露台。张一听着他们的讨论，只负责提供建材，任由他们尽情发挥。与此同时，3号绿洲内，天龙冒险团的议事厅里，9大 S 级觉醒者齐聚一堂。大哥照我说，咱们休整一阵子，直接去1号绿洲把那啥长生冒险团直接灭了就是了。火系顶级战斗异能者孙燕，外号爆猴，脾气火爆的率先开口。我赞同三哥的想法，我也赞同。9人中7人纷纷附和。为首的武红一面无表情地问道：长生冒险团的背景查的怎么样了？一名手下战战兢兢地回答：报告大团长，查到了，长生冒险团是来自苏地的一个冒险团，全团不到800个人，清一色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唯独张团长一个男人。不过没人知道他们具体的实力，传闻全团都是觉醒者，而且都是高等级觉醒者 ，S 级都有30个。多少个 S 级觉醒者？爆猴瞪大眼睛问道。30个，可能还不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整个海地加起来也没这么多 S 级觉醒者，就苏地那地方出得起那么多 S 级觉醒者吗？众人一片哗然，武红义却淡定道：是有可能的，不然他们凭什么能霸占1号绿洲？那个叫张一的是什么异能？汇报人员欲言又止。这个也不知道啊。什么？没人见过他出手吗？这倒不是，苏地那边人人都见过他出手，只是没人知道是什么异能。大家一谈到张一就闭口不言了，只说了2个绰号，一个叫第4天灾，另一个叫真神。真神有没有搞错？不行，改天我得去找他过过招，看我不把他实打出来。武红一抬手示意众人安静，不要轻举妄动，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让人把4、5、6号绿洲的当家们都请过来谈谈。想来苏地的人是会很乐意出手帮忙推翻这个狗屁真神的。傍晚时分，4号绿洲黑色玫瑰的百里冰，5号绿洲神风冒险团的团长秋晨，6号绿洲硬汉冒险团的牛蟒来到天龙冒险团。弘毅满脸堆笑，几位当家的久仰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凡，我就不绕弯子了。诸位都是一方枭雄人物，难道就这么甘心屈居人下吗？不知道诸位对1号绿洲怎么看？武红义此话一出，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1号绿洲，那不是张团长的地盘吗？还能怎么看？牛蟒下意识就想往外跑，秋晨眼皮子直跳，也有种想逃的冲动。百里冰则是勾勒出一丝浅浅的笑意，淡淡道：果然。牛蟒神色怪异地问道：姓武的，你该不会是想打1号绿洲的主意吧？武红义自信道：有何不可？当下绿洲资源有限，长生冒险团凭什么几百人霸占那么大一片绿洲？他们有30多个 S 级觉醒者，固然很强，但要是你我4家人联手，断然可以轻举。到时候把1号绿洲1份划走4份，我们4家共享，今后共进退共发展。不知道诸位意下如何？秋晨听得嘴角直抽抽。你倒是真敢想啊！那些外人看来强大无比的 S 级美女觉醒者，只不过是人家张团长养的小老婆而已。张团长才是长生冒险团的大 boss 啊！此时秋晨看向武红义的眼光已经像是在看死人。牛蟒突然大笑，指着武红义说道：姓武的你真的很大胆，但是俺喜欢，你说怎么做，俺就怎么做。秋晨沉吟片刻，我神风冒险团也加入。百里冰冷冷道：可以。见3家霸主都相当配合，武红义也甚是欣慰，只是不知为何，他总觉得大家看他的眼神有点毛毛的，特别是那个牛蟒不断的左看右看，嘴里还不停的念叨：这地方真不错啊。等送走众人，豹猴不满道：老大，咱们真要和那些乡巴佬平分1号绿洲吗？干脆咱们自己把1号绿洲吃了就是了。武红义嘿嘿一笑：如今绿洲是4面楚歌之势，我们虽然吃得下1号绿洲，但伤敌1000自损800，倒不如找几个在前面帮忙挡子弹，或许到了最后我们吃下的就不仅仅是1号绿洲了。另一边，百里冰径直回据点，秋晨和牛蟒相视一笑，朝着1号绿洲狂奔而去。哈哈，武红义那憨货还真信了。就是，把这消息告诉张团长，肯定能换不少好处。小鱼姐姐，我没力气了，你快推我一下。要你何用？没力气就让我来。
说的好像你能撑得比我久似的。你说呢？我至少是你的2倍。此时，秋晨和牛蟒2个老六正前往1号绿洲，迫不及待的要找张一去告密。半路上却遇到了真神教的人。这不是牛团长和邱团长吗？许久不见了，这是要去哪？曲老哥，俺们找张团长去唠嗑，您这是？真神大人要盖神殿，咱去当苦力。说起来，你们见过张团长后院的烧烤架没？那龙虾比我胳膊还粗呢。龙不龙虾都无所谓，大家乡里乡亲的，我主要是想去帮帮忙。此时，张一在躺椅上悠闲的在树荫下纳凉，几个面貌精致的妹子正在有条不紊的烤着烧烤。一个护卫妹子走过来禀报道：“主人，曲老三、秋晨和牛蟒求见。”让他们过来吧。真神大人，您要找的施工队我已经给您带过来了，都是持证上岗的高级技工。都带过去吧，材料库的东西随便用，不用替我省。随后，曲老三答应一声，便带着一众土木老哥去建房了。张一淡淡的看了一眼牛蟒2人，2位找我有事吗？你来说，俺嘴笨。是这样的，张团长。随后，秋晨将先前的事情一五一十全说了出来，甚至连武红一穿什么颜色的打底裤都透露干净。一旁的牛蟒则睁着大眼睛四处打量。当看到烧烤架上的那一大堆食材时，牛蟒眼珠子都差点掉出来了。海参、鲍鱼、大龙虾、鸡翅、鸡腿、羊腰子，连高级和牛肉都有。牛蟒看得整个人都要裂开。原来外界传言长生冒险团的那些待遇，什么营养液管饱，还有泡面和火腿常吃，都他妈是假的啊！太委婉了，认知限制了大家的想象力啊！对于武红义的算计，张一一点也不意外。只有天龙冒险团一个人盯上1号绿洲怎么够呢？远远不够啊，还是不够大胆。你去和武红义透露点消息，就说我们冒险团一共有40多个 S 级觉醒者，几百个高级觉醒者，但物资多到吃不完，催化剂堆在一起有喜马拉雅山那么高。想拿下1号绿洲，仅凭你们这些人怕是不够，得多摇一点人，把7、8、90号绿洲的人都叫上才稳妥啊！靠摇脸，40多个 S 级觉醒者，整片绿洲群落加起来恐怕也没这么多啊！长生冒险团的配置太吓人了吧？太少了吗？说50个或者60个也行。够了，我现在就去找武红义透露这绝密消息去。牛蟒则留在了1号绿洲帮忙搬砖，他的目标很明确，混到一顿员工餐就算成功。另一边，刚刚得到绝密消息的武红义，整个人都不好了。什么？居然有40个 S 级觉醒者？我刚刚打听到了绝密消息，绝对错不了，而且还有上百个高级觉醒者呢。这下可难办了，既然4个绿洲联盟都拿不下，那就再多叫一些人。随后，武红义对手下说道：“去把7、8、90号绿洲的当家们都请过来，就说有要事相商。”一旁的秋晨则是露出了会心的笑意。这就对了嘛，全按照张团长的剧本走了。不出意外的话，这些人怕是都要完犊子了。晚上，长生冒险团依旧是灯火通明，几百盏太阳能路灯从入夜开始就全部点燃。来帮忙盖房子的众人毫无疑问都混到了一顿员工餐。柳辉为了早点让工程完工，伙食上并不吝啬，这可把一众劳工给感动坏了。再次见到久违的猪肉和蔬菜，不少人都呜咽了起来。牛蟒到现在依旧没有离开，带着自己的一众小弟卖力的干着活计。牛蟒的目标很明确，再接着干一宿，再混到一顿早餐就算成功。巧巧说主人的和这个差不多，能从这里到这里。妈呀！卖完怪物肉，几人在龙城参观起来。这里摊位繁多，各种店铺应有尽有。几人路过一家马戏团的时候，张一停住了脚步。只见墙上贴着领主之夜几个大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强大的 S 级觉醒者任你处置，最指迷津的领主体验就在今晚。张一好奇地问道：“里面有 S 级觉醒者吗？”大双小双同时摇了摇头。我们也不知道，纸蝶姐叫我们不要多看，说看多了眼睛里会长针的。张一将目光看向乔纸蝶，目露询问之色。我也不知道。明知故问，这里就是那种磨豆浆的店了。真搞不懂你们这些臭男人为什么总喜欢来这种地方。那到底有没有 S 级觉醒者啊？你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不过听说很贵的哦，你可玩不起哦。张一点点头，就朝着领主之夜走了过去。喜女直接看傻眼了。这个混蛋，明明咱们小队里有漂亮妹妹，他非要去找那些不干不净的脏女人。乔纸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张一自己掏钱去磨豆浆，他们自然是管不了的，但心里却有点不舒服。这位爷，您看想玩点什么？制服、护士、空姐、职场上司，咱这都有的。张一直接取出10瓶催化剂摆在桌上，暴发户的气息顿时席卷开来。最贵的，给我来最贵的 ！S 级觉醒者全都叫上来。很快，张一就被带进了一个屋子里。片刻后，屋内幕布缓缓打开，只见笼子里绑着4个衣着破烂，但身材和长相都还算不错的花季少女。少女们个个眼神悲愤地看着张一：“你这个畜生，不管你怎么折磨我们，我们都不会屈服的。我可是强大的 S 级觉醒者，要不是被抓住了，你这种渣子我轻轻动动手指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S 级觉醒者的尊严不容侵犯。张一闻言，径直一口水喷了出来。靠腰脸，你们是锤子的 S 级觉醒者，真他妈想弄死你们！其实这几女全是普通人，连异能都没有，更别提是什么 S 级觉醒者了。几分钟后，张一神色阴霾地走出了领主之夜。此时张一这边，几女见他吃瘪的样子，不禁都有些幸灾乐祸。让你米虫上脑，这下知道后悔了吧？说吧，被骗了多少钱？不多，10瓶催化剂而已。10瓶催化剂，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你想玩可以把催化剂给老娘啊，老娘的技术也不差的。最终张一也没有尝试王应秋的技术，而是将2麻袋的文明种子都扔给了乔芷蝶。这都是他刚刚在虚假的领主之夜里捡到的。乔芷蝶看着这么多文明种子，有些手足无措，根本不敢伸手去拿。这一下就获得上万枚，搞得他脑子嗡嗡的。你该不会是从马戏团里偷出来的吧？张一耸耸肩，不置可否。你们先回去吧，我自己去到处走走看看。随后，张一从广域空间里边拿出1麻袋催化剂，就朝龙城最繁华的地方走去。先生您好，需要导游服务吗？张一想了想，便点了点头。先生这边请，您可以挑选心仪的导游。张一随后便被带到了一个大厅里，大厅里有许多年轻貌美的花季少女，她们负责给客人当导游，或是临时助理，亦或是贴身秘书，再或是陪玩。又来一个乡巴佬，姐妹们谁看上了？去接单啊！我不去，指不定沙币都掏不出几个来。谁爱去谁去呗，沙币再少也是钱嘛，谢谢。你们看他还扛着一个麻袋呢，万一里边都是文明种子呢？傻子才会带这么多文明种子在身上，要是真有那么多种子，还不早就在进门的时候去兑换店换成支票了。几女见可能捞不到什么油水，态度都不是很热情，唯独一开始迎接她的那位服务员依旧笑脸相迎。先生您看一下，想要什么样的导游？女孩刚想给张一介绍价格，却被他拦住了。那个包你要多少钱？